民国26年冬，我继承了家中祖传3代的摆渡船，每日载送船客往返洛水河两岸，票价极低，却有一则铁律：姓陆者禁止上船。每次开船前，我都会例行询问船上可有姓陆的客人，姓陆的人不能上船，有陆姓客人自行下船啊。这话我说了无数遍，船客们虽不解，大多也只当是个古怪规矩，未曾深究。直到今日，一个外村来的年轻男子突然发难，语气中满是不屑与愤怒：什么破规矩？凭什么姓陆的不能上船？你们姓氏歧视？他约莫20出头，生得一副混不吝的模样，一看便知不好招惹。我心中一沉，那张藏在记忆深处的画面不受控制的浮现，满船客尸横陈甲板，鲜血染红了乌篷船，也染红了洛水河的水。他哪里知道这规矩不是歧视，是保命，只要有姓陆之人踏上此船，今日船上所有人都难逃一死。我冷下脸，缓步走到他面前，把身份证明拿出来。他见我是个女子，气焰更盛：你一个撑船的，凭什么看我的身份证明书？例行检查罢了，看看你是不是姓陆的。我语气平淡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。他像是被点燃的炮仗，嗓门陡然拔高：你这什么破规矩？凭什么姓陆的不能上船？我要去登报曝光你们！周围几个船客被他煽动，也纷纷附和。一个戴圆眼镜、梳油头的男子跟着说道：对呀，大家都是买票过河，为什么姓陆的不能上船啊？旁边一个穿灰袍的男子也应声：是啊，你们这没道理啊！我未曾理会众人的议论，只是直勾勾地盯着那年轻男子，重复道：身份证明。他见状，索性敞开嗓子嚷嚷起来，声音引得渡口的人都纷纷侧目。大家快来看啊，这个船家歧视姓陆的，姓陆的不能上船啊！他想借众人之力逼我让步，可这规矩背后的凶险岂是旁人能懂？跟船的阿明见情况不对，赶紧上前挡住他。先生您别说了，这是我们东家的规定，之前也有人登报去闹过，结果东家直接将摆渡船给停了。我们东家很重视这个奇怪的规定，您这样只会影响以后的船客都无法过河。那男子显然不信阿明的话，嗤笑道：你这是拿停止摆渡威胁我啊？渡口只有你们一条船，每日船客无数，我才不相信你们会关了这么赚钱的摆渡船。这时常坐着摆渡船的老周走上前，叹了口气道：小兄弟，你别不相信，这是你去报社可以查到，我是本地人，常常坐这艘摆渡船过河。很久以前这条河上是没有摆渡船的，后来有了，便只有这一个要求，姓陆的人不能上船。他顿了顿，眼中闪过一丝后怕，之前也有姓陆的船客上船被拒绝，登报闹得满城皆知，许多人不服纷纷来闹事，结果摆渡船的东家直接停了船。后来大家嫌过河麻烦，又纷纷央求重新开船，东家才松了口。一个梳着麻花辫的小姑娘也跟着附和，她叫小翠，模样乖巧。是啊，我也在报纸上看见过这件事，就是因为洛水河本就古怪，过河麻烦，大家才不介意这个奇葩规定。众人纷纷点头。那男子见状，脸上闪过一丝尴尬，讪讪的干咳2声，却依旧嘴硬：什么奇葩规定？姓陆的怎么惹到摆渡船东家了，还不能上船了？我面无表情，只重复4个字：身份证明。他一脸不耐烦：买票不是验过了吗？我不姓陆，赶紧开船吧，别耽误我时间。不给身份证明，不开船。我的声音冷得像洛水河的冰。他猛地站起身，像是要动手。你还蹬鼻子上脸了是吧？阿明急忙拦住他，语气恳切：先生冷静，清月是唯一能撑船过河的人，他说不开船，任何人都不能开船，您消消气，就给他看一眼吧。周围的船客也纷纷劝说，就是个身份证明，看一眼的事，别耽误我们过河啊。男子见状，虽一脸怒容，却也只能不情不愿地掏出一张纸递到我面前，给我接过那张国民身份证，仔细核实，他叫赵天宇，确实不姓陆。我又问了几个基础信息，一一对应无误，才将证明书还给他，转身走向船头开船。船上的人开始七嘴八舌地议论起这规矩，有人说东家是被姓陆的前女友甩了，怀恨在心才立下这规矩。我听着心中暗自叹气，我那傻弟弟，若真能有个前女友，我反倒要谢天谢地了。他们哪里知道，这看似奇葩的规定背后藏着何等可怕的秘密。船行至河中央，我望着平静的水面，思绪飘回了那些被尘封的往事。洛水河自古诡异，只要有姓陆的人踏入这条河，必会死于非命。若船上有陆姓之人，那满船的人都将为其陪葬。只是这般怪力乱神之事，世人大多不信，只当是无稽之谈。正思忖间，我忽然察觉到一丝异样，天空不知何时乌云密布，原本清澈的河水竟慢慢变黑，连周遭的光线也渐渐暗淡下来。我心头一紧，加快了划船的速度，可船却像是被什么东西缠住一般，行驶得越来越慢。咚一声沉闷的声响从船底传来，仿佛船板断裂的声音。紧接着，四周弥漫起墨绿色的雾气，将乌篷船裹得严严实实，视线所及之处尽是模糊的影子。一股难以形容的腥臭味在空气中蔓延开来，令人作呕。船上的人还在说笑调侃，小翠盯着发黑的河水，语气迟疑：你们看这河水颜色怎么越来越黑了？旁边的陈文不以为意：黑就黑呗。
呗，深水河不都这样？倒是那李四突然皱眉，这船上怎么这么臭啊？众人纷纷捏着鼻子，满脸嫌弃。我心中警铃大作，出事了！我猛地站起身，眼神冷锐，对着众人沉声道：“有姓陆的人上船了，给我出来！”船客们面面相觑，被我阴沉的脸色吓得不敢作声，许久都无人回应。我又喊道：“阿明，查身份证明！”阿明应声上前，开始挨个核实。那李四本就跟着赵天宇起哄，此刻更是不满，检票的时候都查过了，怎么又查啊？陈文也拒不配合，语气带着指责：“你这是无理取闹！”我厉声喝道：“不配合的全部给我丢下去！”陈文一脸震惊：“你疯了不成？不给查身份证明就丢进河里？你们这是草菅人命，一个人死总好过全部一起死。”我望着他，语气冰冷，心中却满是焦灼。落水河的异象已现，再找不到那个姓陆的人，所有人都将性命不保。我眼神阴狠，陈文被我震慑住，终究还是老老实实交出了身份证明。阿明逐一核查完毕，走到我身边低声道：“清月都没问题。”可此时河水已彻底变成墨黑色，汹涌翻滚，天空更是阴沉的不见一丝光亮。船上的灯笼不知被什么吹得不停晃动，发出诡异的红光，映照的众人脸色惨白。我蹙眉凝神，心中暗道不可能，落水河从不会无故生异象，船上必定有姓陆的人，一定是哪里出了纰漏。李四不耐烦地朝我喊话：“身份证明都查完了，能不能快开船啊？墨迹什么呢？”我冷笑一声，指了指纹丝不动的船：“你自己看看，船还能动吗？”众人这才惊觉不对劲，小翠声音发颤：“怎么回事？刚刚还能看到河对岸的，现在怎么看不到了？”老周回头望向岸边，满脸茫然：“不对呀，我们明明没开多久，怎么也看不到岸边了？”船上的人彻底慌了。陈文声音发颤：“怎么四周全黑了，什么都看不到啊？”我神情凝重，再次开口：“姓陆之人主动下船，我们才能活，不然全船的人都要死。什么好端端的，怎么会死呢？”小翠吓得脸色惨白，失声尖叫。一个穿西装的男子强作镇定：“船家，你别吓我们！”众人七嘴八舌，惶恐不安。事已至此，再无隐瞒的必要，反正他们很快就会亲身体验到落水河的恐怖。可那姓陆的人依旧没有站出来，船身忽然开始剧烈晃动，一股黑气缓缓缠绕在船身周围。什么情况？没刮风，船怎么开始晃了？陈文紧紧抓住船沿，声音里满是恐惧。船摇晃得越来越厉害，众人死死抓着船沿，才勉强没有被甩出去。小翠的尖叫声刺破浓雾啊！众人纷纷看向他，只见他脸色惨白，身体不停发抖，船下有手在抓我。黑漆漆的河面看不到任何东西。李四嘟囔道：“没有啊，你看错了吧？是真的，就是一只手，惨白惨白的。”小翠急得快哭了，语气却无比笃定。众人心底发毛，再次看向船边，却只看到漆黑寂静的河水，什么也没有。陈文嗤笑一声：“哪有什么惨白的手？你看花眼了吧？就是别在这大惊小怪的。”李四也附和道。众人纷纷吐槽，重新坐回原位，甚至有人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，显然没把小翠的话放在心上。小翠一脸困惑：“怎么不见了？我刚刚明明看见有只手爬上了船，难道真是我看错了？”话音刚落，一只惨白的手猛地从水中伸出，死死抓住了他的脚踝。啊！小翠发出凄厉的尖叫。我见状，迅速从兜里掏出一张符纸，朝着那只手掷去，厉声道：“退！”符纸精准地落在那只手上，他瞬间缩回水中，符纸牢牢贴在船边，围绕在船身的黑气也尽数散去。周围人循声望来，只看到坐在船板上惊恐喘气的小翠。李四烦躁地嚷道：“我说你这小姑娘瞎叫什么啊？有完没完？真的有，是船家救了我。”小翠哭丧着脸辩解。赵天宇一脸嘲讽：“你俩在这一唱一和，演戏吓人吧？这么碍眼，给大伙唱一段得了。”众人哄笑起来，看着他们事不关己的嘴脸，我心中寒意更甚，语气冰冷：“这不是闹着玩的，我再说最后一次，姓陆的人主动站出来，否则全船的人都得死。”小翠颤声问道：“船家，刚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”众人也齐齐看向我，眼中满是探寻与恐惧。我缓缓开口：“那些尘封的往事，终究还是要公之于众。河中有东西不肯让姓陆之人过河，凡姓陆之人想强行过河，所有人都活不了。”我巡视着众人的脸色，试图从中找到蛛丝马迹。李四满脸不信：“真的假的？这世上还有什么鬼神之说？我刚刚都亲眼看见了，你们不信我信。”小翠立刻反驳道。李四嘟囔着：“我看就是船家在装神弄鬼，我不管你们信不信，把姓陆的人找出来，我们还能活。”我冷声打断他们的争执。赵天宇质疑道：“为什么把姓陆的人找出来就没事？你不是说姓陆的人过河就会死吗？”我冷哼一声：“把姓陆的人丢下船，其他人自会没事。”众人面面相觑，神色复杂，显然是默认了我的提议。人都是自私的，在生死面前，牺牲一个素不相识的人，对他们而言并非难事。赵天宇却急了，大声喊道：“你这是草菅人命！”我懒得理会赵天宇的愤怒，声音很厉：“上船之前我就告诉过你们，姓陆的人不能上船，他非要上，那是
是他自己找死，他想找死我不拦着，但不能拖着我们一起死。我环顾众人，语气带着一丝诱导，你们自己选，是要和那个人一起死，还是选择放弃他？你们活下来，好好想想，你们可没做错什么，这对你们来说才是无妄之灾。众人对视一眼，依旧沉默，这份沉默便是最好的答案。赵天宇见状，更是急得跳脚，别听他的，这船家就是吓唬我们，要是真把人丢下河了，那就是故意杀人，到时候我们才真摊上事儿了。阿明也劝道，是啊，清月，毕竟是一条人命，死在这摆渡船上，官府找上门来，咱谁也吃不了兜着走。我冷笑一声，不见棺材不落泪，你们若不信我，那就等死吧。赵天宇嘲笑道，你以为这么说就能吓到我们？河里要真有什么东西，怎么不直接上来找姓陆的索命，非要我们丢下船去？他这番话像是给众人壮了胆。李斯立刻附和，这小兄弟说的对啊，说什么有手抓人，我们也没看见啊，就是整得神神叨叨的不肯开船，指不定是想讹钱呢。陈文也跟着起哄，赵天宇越发得意，提高嗓门嚣张道，现在河里风平浪静，一点事都没有，要真有什么东西，那就让他来抓我啊，我就不信他能把我怎样。无知之辈，我被他气得发笑，心中却满是担忧，河里那东西一旦发怒，绝非人力所能抗衡，我最多只能保自己一命，其他人与那姓陆的罪魁祸首都难逃一死。话音刚落，河中突然刮起狂风，天空瞬间降下暴雨，船身剧烈摇晃起来，船上之人纷纷抓住船沿或柱子，才勉强没有掉下去。我站在船头，身形稳如泰山，丝毫不受影响。船摇晃得越来越厉害，好几个人的身体都被晃到半空中，只能死死抓住船沿。啊！尖叫声此起彼伏，李四脸色惨白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过了这么多年的河，从没遇见过这么大的风，这也太诡异了。老周紧紧抓着船柱，声音发颤。赵天宇强装镇定，大喊道，就是风大而已，没什么好怕的。他话音未落，无数只惨白的骷髅手从河中涌出，紧紧抓住船边，疯狂摇晃，密密麻麻的利爪从河面爬上来，朝着众人抓去。啊！救命啊！陈文的惨叫声响彻河面，是骷髅手，我没有撒谎。小翠哭喊着，脸上满是恐惧。众人被骷髅手拉扯着，面容惊恐扭曲。赵天宇彻底慌了，鬼哭狼嚎的拼命挣扎。完了，这是真的，他们想拉我们掉下河。小翠的哭喊声响彻河面，眼看着已经有人被骷髅手强行掰开手指，即将掉入河中。我赶紧甩出数张符纸，将那些人钉在船上，再次撒符念咒，退。骷髅手应声退下船去，却并未消失，依旧在水面上游荡，虎视眈眈。我缓步走到赵天宇面前，目光锐利，你就是那个姓陆的？众人惊魂未定，闻言皆是一愣。赵天宇死死抱着柱子，矢口否认，你胡说什么？我不姓陆，你明明检查过我的身份证了。我缓缓向他靠近，语气笃定，只有你担心姓陆之人的生死，所以一直蛊惑大家别信我，你害怕大家把姓陆之人推出去，是不是？你试试就知道了。赵天宇脸色煞白，慌乱不已，你要干什么？把你推下去？你若是姓陆的，我们就能活。我伸出手就要去拉他，他怒吼道，你这是草菅人命，生死关头顾不得那么多了。我面无表情，抓住他的手便往船边拉。赵天宇顿时吓哭了，眼泪鼻涕直流。我不姓陆，真的不是我，你杀了我，万一弄错了，你就是害了一条无辜的性命。我停下动作，回头看向他，他以为我被说动，脸上露出劫后余生的笑容，可下一秒那笑容便僵在了脸上。李四和陈文不知何时走了上来，眼神恶狠狠地死死盯着他。和一船人的性命相比，弄错也比全部死了好。李四语气狠厉，赵天宇惊恐万分，你们想做什么？哥们，要怪就怪你自己，非要上船，想害大家一起死，下去吧。陈文说完，两人猛地用力一推，赵天宇重心不稳，腹部重重撞在船沿上，翻身跌落河中。啊！凄厉的尖叫声伴随着扑通一声落水声，很快便没了动静。说来也怪，赵天宇掉入河中后，狂风骤雨瞬间停歇，水面也恢复了平静。众人瘫坐在地上，重重松了口气。该死的，果然是他！陈文恶狠狠地说道。船家说的明明都是真的，那个赵天宇还故意引导大家误会船家，真可恶！小翠也跟着吐槽。阿明走到我身边，愤愤道：“这人也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改了名字上船，差点把我们害死。就是说不让姓陆的人上船，偏要上。幸好船家英明，发现了姓陆的，不然我们就没命了。”老周也附和道。船上的人七嘴八舌地讨论着，陈文和李四更是沾沾自喜，可我却始终神色凝重，抬头望向天空，心中隐隐不安。天依旧是黑的，并没有恢复正常。我又看向河面，河水依旧是墨黑色，船也依旧一动不动。一个可怕的念头涌上心头，我猛然反应过来，河里的东西还在。我飞快思索着，姓陆的已经被丢下去了，那东西为何还不肯离去？除非刚刚那个人根本不是姓陆的。我心下大惊，沉声喝道：“姓陆的还在船上！”清月，别开玩笑，这一点都不好笑。阿明脸色惨白，声音颤抖。我懒得理会他的质疑，径直走向船头，声音冰冷刺骨：“真正姓陆的人今天不出来，我们都得死在这。”船上的人陆陆续续站了起来。老周皱着眉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姓陆的不是被丢下去了吗？怎么还有姓陆的？”小翠瑟瑟发抖：“难道丢错人了？”李四
四和陈文顿时慌了，立刻推卸责任。船家不是你说他就是姓陆的人吗？我们可都是按你的意思把人推下船的啊，明明是你们怕死把人推下去的。小翠忍不住吐槽道：我呸！我看这一切都是船家搞的鬼，他想把我们全害死。陈文气急败坏地喊道。就在这时，一阵狂风突然袭来，呼啸着席卷整个乌篷船。好大的风！小翠被吹得睁不开眼，惊呼道。众人纷纷低头掩面，身形瘦弱的几人更是被吹得站立不稳，往后倒去。幸好及时抓住了船沿，才没有落水。这风来得诡异，不仅猛烈，还带着一股刺骨的阴冷，像无数把小刀疯狂往人身上扎。我紧紧抓住身旁的船杆，大声喊道：抓住身边的重物，别乱动！众人慌忙照做，一个个被吹得龇牙咧嘴，丝毫不敢松手。船身再次被吹得剧烈摇晃，有人甚至被吹得飞到半空中，只能死死抓紧栏杆，命悬一线。清月，这风太奇怪了，再这样下去，船会散架的。阿明的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。我当然知道船会散架，这是河里那东西发怒的前兆。我心中焦急，掏出一张巨大的符咒，朝着风的方向扔去。可那符咒刚飞出去3秒，便被狂风撕成了碎片。我心中一沉，大事不妙。就在此时，河下传来一阵诡异的女人笑声，呵呵，那笑声空灵又阴冷，让人听得毛骨悚然。我低头看向河面，隐约看到一个女鬼的影子正朝着船的方向游来。她来了，我沉声说道，心中满是凝重。狂风依旧肆虐，我的头发被吹得凌乱不堪，神色却愈发阴沉。阿明吓得快要哭了，哽咽着问道：清月，河中的东西到底是什么？我脑海中浮现出那个白色长发的女鬼身影，缓缓说道：河中的女鬼经历1000年化为螭，她与姓陆之人有怨，凡姓陆之人过此河都会死。记忆中的画面不受控制的涌现，女鬼红着眼睛，张着血盆大口，白发飞舞，表情狰狞至极。我继续说道：如果把姓陆之人丢给女痴，或许我们还能捡回一命，但丢下去的不是姓陆之人，女痴会恨我们欺骗了她，她最恨的就是欺骗。诡异的笑声越来越近，吹在身上的风仿佛带着无数只冰冷的手在肆意抚摸，令人毛骨悚然。阿明哭得更凶了：清月，你快想想办法啊！我暗骂一声，心中满是无奈。我能有什么办法？他就是因为被欺骗才变成了鬼，刚刚丢错人，他以为我们骗了他，现在发狂了，根本不可控，我都不知道能不能从他手里活下来。船上的人闻言心都凉了半截。陈文哭喊道：那我们怎么办啊？我不想死啊，我才18岁啊！我无视他们的哭喊，目光锐利地看向阿明，当务之急是找到真的姓陆的。阿明，你再想想，之前查身份证明的时候都对吗？阿明嚎啕大哭，我每个人都查了3遍，都是对的呀。不对，如果刚刚那个人不姓陆，为什么话里话外处处袒护姓陆的？他一定和姓陆的有关系。我脑中灵光一闪，问道：赵天宇是一个人上船的，还是有其他人一起？阿明有些发懵，我不知道啊，票是1人1张的，他是不是和别人一起上船？得问渡口卖票的伙计。现在船停在河中央，你让我怎么问卖票的？我又气又急，却也无可奈何。眼见风越来越大，船身摇晃得愈发厉害，随时都有翻船的可能。船翻了，我们全都得死。我抬头看向众人，大声喊道：有没有人看到赵天宇是和谁一起来的？可众人被风吹得东倒西歪，根本没人听清我的话，场面一片混乱，根本无法沟通。情急之下，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空白黄纸，手指在眉心一点，一道金光从眉心射出。我用带着金光的手指在黄纸下快速写下符咒，然后将黄纸挥向天空，厉声道：定！黄纸在空中无限变大，瞬间将整个船身包裹住，上面的符咒散发出耀眼的金光。狂风遇到黄纸后，竟被硬生生挡了回去。没了狂风的侵袭，船身也渐渐稳定下来，不再颠簸。我再次大声吼道：你们有没有看见谁和赵天宇一起来的？众人惊魂未定，听到我的声音齐齐愣住，纷纷回过神来。老周摇了摇头，不知道啊，我在他前面上船的。李四看向陈文，没注意。哎，你看见了吗？没有，谁关心这个啊？陈文随口答道。我看到了。一个声音突然响起，我循声望去，是个身穿时髦西装的男子，他从人群中站了出来，说道：赵天宇是和他女朋友一起来的。我看到了，他女朋友长得很漂亮，我还多看了2眼。他在哪？我快步走到西装男面前，急切地问道。西装男环顾四周，目光最终停留在船尾座位最里面的位置，激动地指向那里，就是他。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，一个身穿白色长裙的女子正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。你胡说，我不认识赵天宇。女子慌忙摆手，矢口否认。西装男见状，立刻抬手发誓，我可没有撒谎，你们上船前我就盯着你看，你和赵天宇买完票牵着手一起上来的，等排队上船的时候才分开，还没有坐一起，我还特意坐在你旁边。我心中了然，难怪刚刚我与赵天宇争执时没看到这个女子坐在他身边，原来从一开始他们就故意分开了。我缓步走向白衣女子，语气平静却带着压迫感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白衣女子眼神慌乱，焦急地说道。船家，你别听他胡说，他一上船就对我动手动脚的，他不是什么好人。西装男一听顿时怒了，我是看你长得漂亮抗了点油，但我没说谎，性命攸关，我肯定要先保住自己的命。我没有理会他们的争吵，目光紧紧盯着白衣女子，再次问道。
道：“你叫什么？”女子眼中含泪，哭诉道：“我叫柳依依，我的身份证明书在包里，刚刚掉进湖里了。但我真的不姓陆，刚刚那个小哥查过的。”他说着指了指阿明，阿明走上前来，点了点头。清月，我对他有印象，他确实是这个名字，还挺好记的。废话那么多，是不是丢下去不就知道了？西装男说着就要上前把柳依依推下去，我抬手拦住他，不行，为什么啊？刚刚你丢赵天宇的时候不是挺爽快的吗？现在遇到个小娘们就不动手了，你这是性别歧视啊！西装男不满地嚷嚷道，其他船客也纷纷附和，就是，他和赵天宇一起来的，肯定有猫腻，丢下去试试，万一他真姓陆，我们就能活命啊！众人说着便围了上来，眼神凶恶，想要动手。柳依依吓得脸色惨白，浑身发抖，我往前一站，挡在柳依依身前，冷冷说道：“湖底的女痴已经被惹怒了，如果柳依依不姓陆，会加重女痴的怒气，到时候就算找到真的姓陆的，也平息不了她的怒气，我们都得死。”众人闻言顿时慌了神。西装男急切地问道：“那怎么办？这次丢下去的人必须确保是姓陆的。”我语气坚定，不容置疑。众人沉默不语。李四嘟囔道：“这怎么确保啊？身份证明书都没问题，谁能查出他是不是姓陆的？”柳依依也哭喊道：“你们刚刚没有证据就把我男朋友丢下去，结果他不是姓陆的，现在还想把我丢下去，你们这是滥杀无辜！”众人面面相觑，不知所措。我盯着柳依依，嘴角勾起一抹诡异的笑容。谁说我没有办法确保他是不是姓陆的？阿明惊讶地问道。清月，你有办法？是啊，我有办法，湖底的女痴就能精准识别姓陆的。我话音刚落，众人脸色大变。阿明惊诧道：“清月，你什么意思？”我没有回答他，而是走到柳依依面前，一把拽住她的手：“你是不是姓陆？很快就知道了。”柳依依奋力挣扎：“你放开我！你想做什么？”我拽着柳依依往船头走去，她拼命挣扎，哭喊着：“你放开我！你想做什么？”我转头对阿明吩咐道：“阿明，把人绑起来。”阿明闻言，立刻找来绳子，将柳依依牢牢捆住。我这才慢悠悠地解释道：“直接丢下去让女痴杀，如果不是姓陆的，她肯定会生气；可若丢下去的是一具尸体，就算不是姓陆的，一具尸体而已，她也不会觉得我们欺骗她。但如果是姓陆的，她就会放过我们。”柳依依脸色煞白，挣扎得更厉害了：“你这是谋杀！我把赵天宇推下去的时候已经是谋杀了，多杀你一个不算什么。”我抬头看了看众人，语气平淡：“更何况没人会揭发我，我是为了船上所有人的性命，你们俩只会是失足落水。”西装男率先开口赞同：“没错，船家这是为了救我们，我们不会说出去的，他不死我们就得死，船家没错。”李四也跟着附和：“我支持船家，这件事他做得对。”陈文也大声说道，也有几人面露不忍，默默别过头去，算是默认了我的做法。我从船舱里拿出一把刀，刀刃寒光闪闪，在柳依依面前晃了晃，这刀有点钝，可能一下死不了你忍忍。我举起刀就要朝柳依依刺去，她吓得大声尖叫：“别杀我！”我不为所动，狠狠朝她心脏刺去。可就在刀刃即将触及她心脏的那一刻，柳依依不知哪来的力气，突然挣脱绳索，一把握住了刀刃。下一秒，她的脸开始不断扭曲，额头出现裂纹，像是有人将她的脸皮撕成两半，眼球突出，仿佛要掉下来，声音也变得粗壮沙哑：“区区凡人也想杀我！”船上所有人都被这一幕吓得魂飞魄散，惊恐万状。我却勾起唇角，心中一块石头落地，找到姓陆的人了。不，准确来说，他不是人。我冷笑地看着眼前这副不人不鬼的模样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“你以为躲在人的身体里，我就找不到你了吗？”陆远山明知道摆渡船有姓陆者禁止上船的铁律，却还费尽心思要上船的，除了他这个活了1000年的邪祟，还能有谁？陆远山操控着柳依依的身体，露出一个古怪的笑容，猛地从我手中夺过刀，反手朝我刺来。我侧身闪躲，堪堪避开这致命一击。他身形如鬼魅，动作快得惊人。我想要反击，却又顾忌着柳依依的身体，怕伤了这具无辜的躯壳。无奈之下，我只能一味躲避，从船头躲到船尾，眼看就要被逼下船去。我急忙大喊：“苏婉容！”苏婉容便是那河中心恨透了姓陆之人的女痴。听到这个名字，陆远山的动作突然一顿，发出一阵诡异的笑声：“再陪你玩一会儿。”话音刚落，一阵阴风吹来，吹得所有人都睁不开眼。等风势间歇，柳依依倒在地上，陷入昏迷，陆远山的气息却消失了。狗东西果然狡猾，我暗恼不已。河中有苏婉容坐镇，陆远山逃不出这条落水河，他定然还在船上，只是从柳依依的身体里退了出来，又躲到了其他人身上。不把他找出来，苏婉容是不会出手帮我的。船客们不明所以，只看到柳依依倒下，纷纷猜测起来。没事了，陈文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船家把那东西打死了吗？”西装男也跟着问道。有几个大胆的甚至想上前查看柳依依的情况，都不许动！我厉声喝道。所有人都僵在原地。有一个姓陆的邪祟从柳依依身体里跑出来了，现在不知道藏在谁的身上。邪祟会害人，不把他揪出来，女痴也不会放过我们，我们必须找到他。我语气凝重地说道。阿明声音颤抖：“清月，我们之间有人被鬼上身了。”阿明的话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，瞬间激起千层浪。船客们纷纷面露恐惧，警惕地看着身边的人，仿佛每个人都可能是被邪祟附身的恶魔。清月，
月，那要怎么找到被附身的人？阿明急切地问道。我神色严肃，被附身的人走路脚跟不着地，身上会出现不属于人的特征和异样。话音刚落，船客们便立刻开始互相指认，场面瞬间陷入混乱。他有问题，我刚刚看到他一直把手藏在袖子里。西装男指着李四喊道。李四立刻反驳，我看你才有问题，你一直戴着帽子做什么？头上是不是长角了？你为什么一直不敢看人？你是不是邪祟？老周也对着一个沉默的船客质问道。就在这时，陈文突然拽着小翠大喊，你刚刚走路踮着脚，脚跟没着地，我都看见了。小翠吓得连连后退，哭着辩解，不是我，刚才风太大，船一直晃，我是没站稳才踮脚的，你们看我现在脚跟是着地的。众人看向小翠的双脚，果然稳稳地踩在船板上，可陈文依旧不依不饶，煽动着众人，这都是你的伪装，你一定是被附身了，把你丢下去，我们才能活命。李四和西装男立刻附和，上前就要把小翠丢下船。我发誓，真的不是我。小翠尖叫着，满脸绝望。阿明急得看向我，清月，你快阻止他们啊，没有实质证据就要丢人下船，这也太乱来了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切。明明没有风，船上的灯笼却一直不停晃动，灰绿色的天空中像是下雨一般落下许多絮状物，一碰到船板便化作血水慢慢进入木头之中。我心中了然，这并非苏婉容的手笔，而是陆远山在暗中作祟。船客们这般过激的反应都是他在背后操控。小翠眼看着就要被推下河，突然脸色惨白，指着一直站在角落的老周发出凄厉的尖叫。啊，他的手！众人顺着小翠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老周的双手不知何时变得发绿，手背的皮肤下有几条黑线在蠕动蔓延，像是有无数条小蛇在皮下穿梭，令人毛骨悚然。老周满脸惊恐，慌乱地甩着手，我的手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他用力甩手，无意间撩起了身上的长衫，露出了双脚，他的脚跟微微抬起，并未着地，他的脚跟没着地。小翠再次尖叫，声音里满是恐惧，众人吓得倒吸一口凉气。李四大喊道，鬼在他身上，快把他丢下船！几人立刻松开小翠，一拥而上，想要抓住老周，可他们刚一碰到老周的身体，便猛地发出凄厉的惨叫。啊！老周手背的黑线突然冲破皮肤，从指甲缝里钻了出来，化作数条黑色触须，死死缠绕住了几人的手臂。阿明吓得满头大汗，这东西会传染。他急切地看着我，清月，老周已经被鬼附身了，你快动手啊！我将这一切尽收眼底，目光锐利地盯着惊恐不已的老周。老周，在你手变异之前，谁碰过你？众人皆是一愣，老周也一脸茫然。李四急道，都这时候了，你还问这个干什么？赶紧把他丢下去啊！谁碰过你的手？我冷冷地重复道，语气不容置疑。老周双手直哆嗦，努力回想了片刻，突然猛地看向阿明，他刚刚扶了我一把，抓过我的手。他话音刚落，一张黄符便从我的手中飞出，啪的一声贴在了阿明的额头上。阿明瞬间僵在原地，满脸错愕。清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船家，你是不是贴错人了？被鬼上身的明明是这大叔啊！小翠也一脸困惑地说道。我看着满脸不解的船客们，语气笃定，没有错，阿明就是被附身的人。阿明瞪大双眼，满脸委屈，急忙解释，我怎么可能被鬼附身？我可是一直在帮你维护船上的秩序啊！他急切地摊开双手，展示给我看，我手上也没有黑线，脚跟也着地。清月，真的不是我啊！被附身的人脚跟不着地，身上会出现奇怪特征。这话本来就是说给你听的，我根本不知道被附身的特征，但我知道你会为了制造混乱，故意让人出现特征。我手腕轻轻转动，对着老周的手掐了个诀，只见老周手上的黑线瞬间消失，青灰色也褪去，双手恢复了正常模样。我冷眼看着阿明，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吗？突然，阿明的脖子扭到一个诡异的角度，嘴角扯到耳根，发出了属于陆远山的粗壮声音：小丫头，算你有本事！我毫不犹豫，立刻甩出4张符纸，精准地贴在阿明的手臂和腿上，想抓我。陆远山嗤笑一声，身形如鬼魅般向后退去，可他刚退2步，4张符纸突然爆发出耀眼的金光，化作一道无形的牢笼，将他的手脚死死锁住。陆远山尝试冲撞，却根本无法挣脱，气急败坏地喊道：你这是什么符？你跑不掉的，这锁妖符是专门为你准备的。我语气冰冷，心中却暗自松了口气。既然如此，这是你自找的。陆远山眼中闪过一丝狠厉，眼球突然突出，瞳孔亮起渗人的红光，看得人头皮发麻。下一秒，离我最近的小翠突然开始抽搐，眼珠变成空洞的血红色，手指撕裂，窜出好几条黑乎乎的触手。紧接着，所有船客都开始咯吱咯吱地反扭关节，摆出各种非人的姿势，血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，将我团团包围。杀了他！陆远山一声令下，密密麻麻的诡异触手从4面8方朝我甩来，我猛地蹦起，挥斧斩断数根触手，可刚砍断的地方又立刻冒出新的触手，再次朝我刺来。我挥斧挥的手臂酸痛，却丝毫不敢停歇，触手太多，根本斩不完，而且我又不能下死手，怕伤了船客们的性命。更糟糕的是，被锁妖符困住的陆远山还在不断挣扎，锁妖符的光芒越来越淡，眼看就要被他挣脱。我心中焦急，大声喊道：苏婉容，还不出来帮我！话音刚落，一个穿着古装的红衣
衣女子从水中一跃而出。红衣女子正是女痴苏婉容，她将一个人丢在船板上，飞身挡在我面前，拦住了陆远山的攻击。我定睛一看，那被丢在船板上的人竟是赵天宇。陆远山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苏婉容站在陆远山面前，眼眶泛红，声音带着一丝颤抖。1000年了，你居然也还在。陆远山冷哼一声，语气中满是不屑。苏婉容眼中翻涌着仇恨的怒火，你没死，我怎么会先走？1000年往事如潮水般涌来。画面中书生模样的陆远山背着香笼，怀了身孕的苏婉容温柔地为他擦汗，两人眼神中满是恩爱。他们本是一对寻常夫妻，陆远山是准备考状元的秀才，苏婉容是绣房的绣娘，本该平安顺遂地度过一生。可陆远山考上状元做官后，一切都变了。新皇登基，痛恨妖道，下令诛杀国师。陆远山机缘巧合下救了国师，国师为了报答他，教了他一道长生之法，用至亲之人的性命献祭，向落水河中的怪物求取长生。画面一转，落水河边，陆远山将手伸进苏婉容的肚子，水底浮现出一个巨大的怪物剪影，他满脸狰狞，满手是血，将苏婉容和他腹中的胎儿推入河中。怪物吞噬了苏婉容，作为交换，赐予了陆远山法力。而苏婉容被吞噬后，怨气化为鬼魅，发誓与姓陆之人不共戴天，所有路过落水河的姓陆之人都会被他杀死。苏婉容从回忆中回过神，狰狞的面容上流下一滴血泪。陆远山，今天我就要你魂飞魄散，为我和我的孩子报仇。话音未落，他化作一道红色残影，朝着陆远山猛冲而去。苏婉容锋利的指甲狠狠朝陆远山胸口掏去，眼看就要得手，陆远山突然抬起被黑气笼罩的双手，那些黑气如活蛇般猛地扑向苏婉容的脸，狠狠咬去。苏婉容惨叫一声，连连后退好几步，捂住脸痛苦不已。蠢货，你以为你能打得过我？陆远山咧嘴怪笑，趁势猛攻苏婉容，招招快准狠。苏婉容一时难以招架，只能不断后退，毫无还手之力。她急得眼睛发红，咬牙冲我吼道：林清月，再等等！我一边恢复防御着扑上来的傀儡传客，一边分神布阵，想要破除陆远山对他们施下的法咒。这些傀儡被邪术操控，悍不畏死，着实难缠。快了，只差最后一步了。我看着苏婉容已被陆远山逼入死角，加快了贴符的速度，口中飞快念咒：白解去，如律令。咒语一出，众船客手上的触手开始一节节枯萎，化作密密麻麻的黑色蛊虫，掉得满船都是。这些蛊虫争先恐后地爬入河中，消失不见。船客们也渐渐恢复神智，迷茫地看着四周。手臂好痛，我刚刚是怎么了？老周揉着胳膊，满脸困惑。不知道啊，我的手臂也好痛。李四也跟着说道。我无暇顾及他们，转身冲向苏婉容。此时陆远山正猛地抬手朝着苏婉容的心脏拍去，苏婉容躲避不及，我立刻掏出怀中的铜镜扔了过去。砰的一声，陆远山一掌打在铜镜上，脸色错愕。照妖镜，这是除妖师林家的宝物，你是林家人？我与苏婉容并肩而立，淡淡反问，不然你觉得我为何敢在落水河撑船？林家祖训，遇妖必斩，你既然是林家人，为什么还要帮苏婉容这个妖？陆远山怒声质问道。林家的确是遇妖必斩，但也不是不懂变通的老古板。我脑海中浮现出祖先的身影，当年我的祖先前来落水河诛杀那只怪物，结识了苏婉容，知晓她是被陆远山所害，实属无辜后，祖先诛杀了怪物，却留下了她。祖先在落水河上做起了摆渡生意，立下姓陆者禁止上船的规矩，既是为了不让苏婉容再杀生，也是与他约定帮他复仇，找到陆远山，等陆远山死后，苏婉容怨气消散，便可重新投胎。而陆远山随着一次次夺舍，灵魂越来越虚弱，他不知道怪物已死，必定会回来寻求解决之法，这一切都是祖先设下的局。陆远山听我说完，脸色铁青，眼珠的红光闪烁不定，声音尖锐。所以你们在给我设局？没错，我点了点头，心中尚有一丝疑惑，只是我还有一件事想不通，赵天宇明明姓赵，为什么苏婉容会感受到他是姓陆之人？陆远山表情古怪，突然大笑起来，想不通，下地狱慢慢想吧。话音未落，他再次朝我发动了攻击。我与苏婉容联手，一同对抗陆远山。陆远山活了1000年，早已成妖，实力不容小觑。苏婉容虽是1000年女痴，却也只能与他打个平手。我在一旁用符咒辅助攻击，效果却不甚理想。你的剑呢？拿出来杀他啊！苏婉容一边抵挡着陆远山的攻击，一边朝我喊道，语气中带着一丝急切。我沉默不语。我的剑乃林家祖传，威力无穷，可他攻击的不仅是陆远山的妖魂，还会伤及阿明的肉身。阿明是无辜之人，又是我的伙计，我怎能为了除妖伤及无辜？之前推赵天宇下水，攻击柳依依，不过是我演的一场戏，目的就是为了逼出陆远山。更何况我与苏婉容早有约定，他不得伤害人类。陆远山显然也看出了我的顾忌，转而将主攻目标对准了我。他的妖力将黑气化作冰刃朝我刺来，我用符咒勉强抵挡，他又操控着阿明的肉身朝我扑来，我躲闪不及，被他一掌打在胸口，一口鲜血喷涌而出。林清月，苏婉容惊呼一声，想要过来帮我，却被陆远山死死缠住。陆远山见状得意大笑，愚蠢，为了不相干之人的性命让自己受伤。苏婉容，这就是你找的帮手？太弱了。苏婉容也用不满的目光看向我。林清月，
现在不是心慈手软的时候。陆远山不死，死的就是我们。我知道，我捂住胸口，强撑着站起身，心中却无比坚定。我不能为了除妖而滥杀无辜，若失了心中的善念，与妖物又有何益？这也是林家祖训的真谛。我再次被陆远山击中，重重摔在船上，又吐了一口鲜血。他手持利刃，朝着我的胸口刺来，眼中满是杀意。你死了，苏婉容就好对付多了。就在利刃即将刺入我身体的那一刻，我猛地起身，一把抓住陆远山的手，口中飞快念起咒语。陆远山脸色大变，这是什么？咒语从我口中传出，一道金光从天而降，将阿明的身体牢牢困住。陆远山发出痛苦的惨叫啊！下一秒，一道黑色的魂魄从阿明的身体里被逼出，飞到空中。阿明失去支撑，倒地昏迷。我心中暗喜，成了之前的示弱，不过是为了让陆远山放松警惕。这是林家秘术，可令妖邪魂飞魄散，但需先将妖邪困住。陆远山躲在阿明体内，本就相当于被束缚，我只需近身念咒，便能将他逼出。他为了不被咒语侵蚀，只能主动离开阿明的肉身。没了顾忌，我终于可以大展身手。我祭出林家祖传的大宝剑，飞身上前，与陆远山的魂魄缠斗起来。苏婉容也立刻上前与我并肩作战。有了大宝剑的加持，陆远山很快便身受重伤。这宝剑蕴含着先祖的斩妖之力，可轻易消散妖力，光是剑气便让他难以承受。这不可能，你的剑为什么威力那么大？陆远山满脸难以置信，这可是我家祖传的。我冷哼一声，一剑刺中他的肩膀。陆远山浑身是伤，狼狈不堪。他环顾四周，目光最终落在了船上昏迷的赵天宇身上。我心中一动，立刻猜到了他的意图。他想附身在赵天宇身上，躲避我的大宝剑。你以为我会给你机会吗？我飞快地飞到他面前，挡住了他的去路。话音刚落，大宝剑脱手而出，径直刺穿了陆远山的魂魄。他的身体开始破碎消散，口中发出不甘的怒吼：我是不死之身，我不甘心，用他人性命换来的不死之身早就该消失了。我冷漠地看着他，心中没有丝毫怜悯。陆远山的魂魄渐渐化作碎片，消散在天地间。随着他的消失，苏婉容周身的黑气也尽数散去，他的怨气终于消散了。苏婉容看着陆远山消失的方向，先是大笑，笑着笑着，眼泪便流了下来。我终于为肚子里未出生的孩子报仇了。我飞到他面前，神色复杂。你曾入魔，又害过人，如今魔气消散，你无法入轮回，也会和陆远山一样，魂飞魄散，消失在天地间。我知道当年你先祖林玄告诉过我，所以我求他帮我报仇。他不忍心，还是答应了我。只要能报仇，我不在乎。苏婉容平静地说道，眼中没有丝毫畏惧。我叹了口气，林玄答应你的，我帮他完成了，如今你心愿已了，去吧。苏婉容点了点头，轻声道，林清月，谢谢你。说完成了，他的身影便彻底消散在空气中。我转身飞回船上，众人看着我，满脸震惊。阿明缓缓苏醒，凑到我面前，小心翼翼地问道，清月，你和鬼是一伙的？我没有理会他，径直走到赵天宇和柳依依面前，两人悠悠转醒。赵天宇看着我，满脸恐惧，你别过来，别杀我，我不想死。柳依依醒来后，一脸茫然地看着赵天宇，老公，你不是被丢下去了吗？怎么还在船上？我心中了然，果然如我所料，陆远山是在赵天宇被推下湖后才附身在柳依依身上的。女鬼没了，姓陆的也能过湖了，说说真相吧。我语气平淡地说道。赵天宇依旧嘴硬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不姓陆，你家祖宗陆远山都被我杀得魂飞魄散了，你还嘴硬呢？我冷笑一声，听到陆远山三个字，赵天宇脸色骤变，愣在原地。我将后续的事情简要告知于他，他看向众人，见大家神色平静，显然早已知晓，便不再掩饰。我叫郑浩然，赵天宇是我的双胞胎弟弟，我们一个随父姓，一个随母姓，我拿的是他的身份证。我们陆家一直知道祖先的存在，也是祖先的命令让我上船，虽然不知道祖先要做什么，但我们得照做。柳依依低下头，小声说道，我以为他是为了寻求刺激，故意挑战摆渡船的规矩才来的。买票的时候他说怕查出来影响我，就上船之后分开坐，没想到是这么一出啊。真相大白，郑浩然只是隐瞒了自己姓陆的事实，并未犯下伤天害理之事，我无权惩罚他。但船上的众人显然十分不满，陈文怒气冲冲地说道，就为了你们家那点破事，你差点把我们给害死，你还是人吗？就是，你也太过分了，刚刚那女痴就不该把你救上来，真该让你淹死在河里。李四也跟着指责道。郑浩然自知理亏，低着头一言不发。我走到船头，准备划船前往对岸，心想这一切终于结束了。可就在此时，船上一直亮着的灯笼突然熄灭了。我眯起眼睛看向水底，隐约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暗中涌动。先前的异样是苏婉容在做法，但苏婉容都魂飞魄散了，为什么鬼气更重了？我心中满是疑惑。我尝试划船，船却纹丝不动，一股强烈的不安涌上心头。我赶紧掏出铜钱，快速算了一卦，卦象一出，我脸色巨变，一卦这是死局。
一卦死局，怎么会是死局？我脑中一片混乱，百思不得其解。此时雾气越来越浓，站在船头竟看不清船尾的人影，船客们也纷纷察觉到异样。阿明不安地问道：“清月，女鬼和那个姓陆的邪祟不都被杀了吗？为什么这雾还是没散啊？”是啊，河水先前好歹还有水波，现在一动不动，像一潭死水。老周也跟着说道，语气中满是担忧。我还未开口，李四突然指着我大喊：“肯定是他，这里只剩他会法术了，肯定是他在耍我们。没错，你把我们困在这里，想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想杀我们灭口？”陈文也跟着附和，眼中满是恐惧与猜忌。我冷笑一声，握紧了手中的宝剑。我要想杀你灭口，直接动手就行，还需要玩这种把戏？两人看到我手中寒光闪闪的宝剑，咽了咽口水，不敢再说话。小翠瑟瑟发抖地朝我靠近，船家，我们都相信你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感觉现在比刚才还可怕了，总觉得好像有谁在看着我们。我闭上眼睛，集中精神，努力感知着周围的一切。片刻后，我猛地睁开眼，语气凝重：“不对劲，清月，怎么了？”阿明急忙问道。这片河有些过分安静了，陆远山和苏婉容一同消散，但他们2000年的修为居然这么一会儿就消散得一干二净，一点不剩了。我心中的不安越来越强烈。就在这时，天空传来吱吱吱的叫声，我抬头望去，只见漆黑的天空中，无数个红点朝着乌篷船的方向靠近。等他们飞到船的上空，我才看清，那竟是一片由蝙蝠形成的黑云，它们眼冒嗜血的红光，模样诡异莫测。啊，好多蝙蝠！小翠吓得尖叫起来：“别过来，滚开啊！”西装男挥舞着手臂，试图驱赶蝙蝠，蝙蝠疯狂地朝着人身上扑来，众人根本无处可躲。船底传来咚咚咚的敲击声，敲得船身不停左右摇晃。与此同时，原本平静如死水的河面仿佛被煮沸了一般，咕噜咕噜地冒着腥臭的水泡。我瞳孔骤缩，终于感应到了那个熟悉又恐怖的气息，竟然是他！这可是比陆远山那个千年邪祟还要可怕1000倍的怪物。阿明挤到我身边，声音带着哭腔：“清月，你知道是什么了？”我没有回答他，蹲在船边，将手伸入河水中。指尖传来的冰冷触感和那股熟悉的邪恶气息，让我确定当年赋予陆远山长生力量、被我祖先斩杀的那个怪物，竟然复活了。记忆中的画面浮现，当年祖先一剑斩杀了那只庞大的怪物，可怪物的尾巴却断落下来，沉入河底，逃之夭夭。原来他当初根本没死透，一直隐藏在河底，默默修炼。刚刚苏婉容和陆远山魂飞魄散，他们体内的2000年修为尽数归于天地，这怪物竟趁机捡漏，将所有修为全部吸收。难怪小翠会觉得现在比之前更可怕。吸收了2000年修为的怪物，实力早已今非昔比，即便是我的祖父林玄在世，恐怕也难以应付。阿明见我脸色阴沉，一言不发，声音更是哽咽：“清月，到底什么情况？你说句话啊！我们是不是要死在这儿了？当年被我祖先杀死的怪物复活了，他是来找我报仇的。”我缓缓说道：“那你打得过他吗？”阿明急切地问道。我沉默不语，脑中反复回想着刚刚的卦象。死局船上的众人看着我的表情，也渐渐陷入绝望。就在这时，船板突然出现一道裂缝，黑色的河水顺着裂缝不断漫上来，船身开始缓缓下沉，船漏了。柳依依惊恐地喊道：“取快拿东西堵住！”郑浩然也慌了，大声喊道。众人七手八脚地脱下外套，想要堵住裂缝，可根本无济于事，河水依旧不断涌入。我急步上前，大喝一声：“让开！”我掏出黄符，贴在船板的裂缝上，口中念咒，金光笼罩着裂缝，河水终于停止了灌入。但众人心中的恐惧丝毫未减。陈文怨气冲天，指着我喊道：“这怪物是来找你报仇的，你把命给他，他就不会对付我们了。”没错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你去死啊，别连累我们。李四也跟着附和道。其余的人虽未说话，但眼神中的异动却显而易见。我不怪他们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只是他们想得太过天真。我要是死了，你们只会死得更快。我冷冷地说道。众人对视一眼，依旧沉默，显然并不相信我的话。李四冷笑一声：“你别想吓唬我们，我们跟怪物可没仇。1000年前，这怪物盘踞在落水河，就是靠着吸食人的精气修炼。你们觉得没了我，他会放弃这送上门来的美食吗？”我的话如同一盆冷水浇在所有人的心头，他们顿时面如死灰，满脸绝望。难道我们注定要死在这里了吗？老周叹了口气，语气中满是无力。我犹豫了片刻，凝重地开口：“我有一个法子，但这么做有人会死。”众人齐刷刷地看向我，眼中满是急切与期盼。阿明急忙说道：“清月，你快说吧，别卖关子了。林家祖传的宝剑对妖物极具威慑力，我可以试着封印它1个时辰，然后趁此机会带各位离开落水河。但封印需要先把它引诱出来。”我缓缓说道：“要怎么引诱？”阿明追问道：“用人的心头血。”我话音刚落，船上便陷入一片诡异的沉默。我继续解释：“怪物渴望人的精气，但它已经1000年没有摄入精气了。以心头血为引，怪物自会现身。被取心头血之人会承受钻心
心之痛，并有一半的概率会死，但这是目前唯一的办法。陈文小声嘟囔：“你取自己的血不就好了？我的血中有除妖灵力，它不会上钩。”我扫视着众人，有人愿意做诱饵吗？众人纷纷低下头，无人应声。显然，没人愿意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。如果不把怪物引诱出来，那我们只能被动等死。我再次提醒道。即便如此，依旧没人站出来。难道这死局真的无法破解吗？就在我心灰意冷之际，一道声音响起：“我来！”众人循声望去，只见郑浩然站了出来，眼神坚定：“今天的情况我也有责任，我这就算还清了。行算条汉子，你行善积德，孽债自会结清。”我点了点头，不再犹豫，手持宝剑，毫不犹豫地刺入他的心脏。郑浩然发出痛苦的惨叫，死死攥紧拳头，身体不停颤抖。一旁的柳依依含泪看着他，却无能为力。我引导着郑浩然的心头血顺着宝剑流入河中，可鲜血入河后并未扩散消失，反而将整个黑色的河水染成了红色。落水河瞬间变为血海，河水逆流而上，水面裂开，无数张诡异扭曲的人脸从中冒出。这些人脸布满了瞳孔，朝着船的方向蠕动而来。众人吓得连连后退，挤在船中央。突然，一个浑身长满恐怖人脸，表皮腐烂，尾巴只剩骨架且爬满蛆虫的怪物冲出河面，朝着乌篷船张开了血盆大口。啊！众人惊恐地尖叫起来，捂住脑袋，不敢直视这恐怖的怪物。怪物身上的无数人脸也在扭曲吼叫。原来水面上出现的人脸竟是他身体的一部分。他直奔郑浩然而来。郑浩然并未死去，他捂着流血的心脏，吓得跌坐在地，眼看他就要被怪物一口吞下。我一个箭步挡在他面前，宝剑死死抵住怪物的大嘴。你终于肯出来了。怪物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，巨大的尾巴狠狠朝我砸来。我甩出数张符纸挡住它的攻击，同时引诱它飞向宽阔的河面，避免波及船上的人。因为没有吸到精气，怪物彻底被激怒，它的每一次攻击都直逼我的要害。若不是有这把祖传宝剑在手，我恐怕早已命丧它口。可令我疑惑的是，每当我即将用宝剑伤到它时，它都会突然凭空消失，数秒后又猛地出现在我身后，对我发动偷袭。我惊险地躲过一次偷袭，心中暗自思索：怪物本没有隐身和瞬移的本领，即便是吸收了苏婉容和陆远山的修为，也不可能凭空获得新的法术。如此说来，只有一个可能，有人在暗中帮他。又一次从怪物腥臭的大口中逃脱后，我迅速飞回船上，掏出一张黄符扔向空中，撑起一个金色的防护罩，将乌篷船包裹其中。怪物追了上来，一头撞在防护罩上，气得怒吼不止，不停用尾巴拍打防护罩。防护罩内船身受到冲击，不停颠簸晃动，仿佛随时都会被掀翻。船客们死死抓住船沿，满脸恐惧。我喘着粗气，声音急躁：“这个防护罩只能撑住5分钟，5分钟？那你还不赶紧继续出去打他？”李四急得大喊：“船上一直有人在帮他，不把这个人找出来丢出去，我不可能打得过怪物。”我提高音量对着众人喊道。众人彻底崩溃了。阿明哭喊道：“又有内鬼！到底是谁想害我们？怎么没完没了的啊？”西装男也跟着嘶吼道。我没时间理会他们的崩溃，掏出一根香，用符纸点燃，插在船上。在这根香燃尽之前，我们必须找到怪物的帮凶，否则我们连人带船都会被他嚼碎吃掉，魂飞魄散。众人满脸震恐，小翠红着眼睛问道：“可是我们这次又要怎么找？”我环视着众人，语气肯定：“船上的人想要帮怪物，二者之间必定有媒介。河上最好的媒介就是河水。刚刚在我和怪物打斗时，有谁一直在碰河水？”众人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。这河水跟血浆一样诡异吓人，谁没事会碰河水？我反正不敢碰。我也是，我一直缩在船上动都不敢动。小翠刚说完，郑浩然突然激动地反驳：“你说谎！你一直在船边，我看见你好几次把手伸出了船外。”郑浩然指着小翠，语气激动。小翠慌乱地摆手：“我是把手伸出过船外，但我没有碰河水，而且我一直和阿明站在一起，他可以作证。”他说着便往阿明身边靠去，可阿明却下意识地闪躲了一下，眼神闪烁，并未说话。老周见状开口说道：“我觉得不像是这小姑娘。”他手指向李四，我看到了他一直躲在船尾，不知道在干什么。李四立刻跳脚：“我躲在船尾是害怕被误伤，我可没碰河水，你凭什么指认我？但你的确不对劲，刚刚清月刚回来，你就迫不及待想推他出去。”阿明也开口说道，怀疑地看着李四。李四气得面红耳赤：“我只是怕死，反正我没碰过河水，肯定是这死丫头搞的鬼。郑浩然不是说他手都伸船外了吗？”为了洗清自己的嫌疑，李四再次将矛头指向小翠。小翠激烈地否认：“不是我，那也不是我。”李四也不肯退让，两人吵得不可开交。我抬头看向防护罩，它在怪物的疯狂攻击下已经出现了裂痕，摇摇欲坠，那根燃烧的香也即将燃尽。时间不多了，我冷声打断了他们的争吵：“都别吵了，我有结果了。清月，你知道谁是内鬼了？”阿明急切地问道。我没有回答，径直走到小翠和李四面前。就在防护罩破碎的瞬间，一炷香燃尽，我一把将两人同时推下了河。
清月，你做什么？阿明惊呼出声，满脸错愕。一个人不可能在那么短的间歇帮怪物连续多次瞬移隐身。我快速解释道，话音未落，那股浓郁的腐烂腥臭味便再次逼近，怪物朝着我猛冲过来，我飞身而起，引着他远离了乌篷船。根据我的推测，船上很有可能有2个帮凶，即便我的推测有误也无妨。怪物对我紧追不舍，我专心寻找他的破绽，想要印证自己的推测。当他再次扬起巨大的尾巴朝我砸来时，我猛地调转方向，朝着他的罩门狠狠斩去，一道金光迸发而出，怪物没有消失，被我一剑斩中。我心中一喜，猜对了，不好，怪物发怒了。我心中暗叫不好，眼看着乌篷船被巨浪高高抛起，即将摔入河中，我赶紧掏出符纸，想要上前营救，可下一秒，我绝望地发现袖中的符纸已经用完了。该死！我暗骂一声，只能亲自冲上前，掐诀念咒，以身救船。我的双手泛起金光，紧紧抓住船沿，努力稳住船身，大声提醒道：都抓紧了，千万不能掉下来，现在掉下去，我根本无暇施救。众人死死抓住船沿，即便被晃得东倒西歪，也丝毫不敢松手。就在我使出浑身解数，想要将船稳稳放在河面上时，半空中的怪物再次朝我冲来，想要偷袭我。我陷入两难境地，松手船上的人必死无疑，不松手我会被怪物一口吞噬。我心中一横，做出了抉择，这是你逼我的，那就一起死吧。我用力将乌篷船甩出去，让它落在不远处的河面上，然后转身持剑，毫不犹豫地冲入怪物的口中，一剑贯穿了他的喉咙。怪物发出一声巨大的挣扎着将我死死含在口中，朝着河底沉去。随着我与怪物的身影消失，河面渐渐恢复平静，只剩下乌篷船孤零零地漂浮着，见证着刚刚发生的一切。劫后余生的船客们呆坐在船上，面无表情，显然还未从刚刚的惊魂一幕中回过神来。陈文颤声问道：结束了？阿明四处张望，焦急地喊道：清月呢？怎么没看到他？船家好像被怪物吃了，一起掉入河中了。老周面露忧伤，缓缓说道。阿明等人脸上流露出难过之色，而陈文却突然激动起来，用力拽着阿明：快，趁着怪物消失了，赶紧划船去对岸啊！阿明犹豫了一下，面露挣扎。可是清月他……可是什么可是？你没看见他没了吗？我们现在不逃，谁知道等会还会不会有什么意外？陈文的话戳中了大多数人的心思。是啊，连船家那么厉害的人都遭遇了不测，若是怪物卷土重来，他们根本无力抵抗。然而就在此时，河面再次响起熟悉的咕噜声，众人下意识地低头看去，正好目睹那只带着狰狞伤疤的怪物再次破水而出。啊！陈文吓得尖叫起来，双腿抖成了筛子，船上所有人都被吓得魂飞魄散。怪物再次张开血盆大口，想要将整个乌篷船吞入腹中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把散发着乳白光芒的折扇飞来，将乌篷船笼罩其中。一个风姿卓越、身形挺拔的少年出现在船头，他面如冠玉，眉眼精致如墨画，抬眼间眸光清冷，气质出尘。我姐呢？众人一脸茫然，唯有阿明激动地喊道：东家，你可算来了！船客们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来人便是摆渡船的东家，也是我的弟弟林清风。他风姿卓绝，身形挺拔如松，面如冠玉，眉眼精致得宛若墨画，抬眼间眸光清冷，自带一股仙气。林清风没理会众人的打量，再次追问：阿明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我姐在哪儿？阿明情绪低落，半天说不出话。老周面露忧伤，替他答道：船家被那个怪物给吃了。孽障！林清风眉头骤然拧紧，眼中寒光乍现，话音未落，河面上的怪物已直奔他而来，腥臭的风果携着戾气扑面而来。林清风抬手举起折扇，乳白色的光芒瞬间铺开，稳稳挡住了怪物的冲击。只看了怪物一眼，他便瞬间了然，是当年被先祖斩杀的余孽，竟敢附身害人，还敢伤我姐，今日便再杀你一次。说罢，他纵身跃向空中，与怪物在河面缠斗起来，心中积着对我的担忧与怒意。他下手毫不留情，招招狠厉，几乎是不要命的架势。一时之间，庞大的怪物竟被他逼得节节败退，连连嘶吼，屡次受挫的怪物彻底被激怒，突然调转方向，朝着乌篷船猛冲过来。他想拿船上的人当要挟。林清风冷笑一声，语气冰冷：想拿这些人威胁我？你以为我会和我姐一样在乎陌生人的生死吗？船客们眼睁睁看着半个乌篷船被怪物吞入口中，抬头便能看清他口腔内血红的黏膜与锋利的獠牙，吓得魂飞魄散。就在这时，林清风抬手掐诀，身旁的折扇瞬间化作一道寒光凛冽的长剑，直奔怪物心口刺去。怪物见他出招，毫无顾忌，全然不顾船客安危，长剑擦着船身刺入河面，掀起滔天巨浪，乌篷船被掀得剧烈摇晃，众人死死抓住船沿，才没被甩入河中。冰冷的河水浇得他们透心凉，不停咳嗽着。陈文忍不住骂骂咧咧：这东家是人吗？他差点把我们弄死，没人附和他。上一个拼尽全力保护他们的我，已然沉入水底，没了踪影。这位东家不护着他们，似乎也情有可原。半空中，怪物与林清风的身影再次纠缠，怪物身形庞大却笨拙，林清风则小巧灵动，可挨了几次重击后，怪物也摸清了他的攻击规律，躲避得越来越
精准。林清风渐渐讨不到好，额角渗出细汗，呼吸也变得急促，一个不慎竟没接住飞回手中的折扇，折扇扑通一声落入河中，失去武器，他的实力顿时锐减。怪物抓住机会，巨大的尾巴狠狠甩来，林清风躲闪不及，被狠狠抽中，重重摔回船上。怪物飞快追来，血盆大口张开，要将他一并吞入腹中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林清风却突然勾唇一笑，眼中闪过一丝狡，蠢货，再狡猾还不是上当了。他手速飞快地掐诀念咒，浑身绽放出耀眼的金光，瞬间将怪物也包裹其中。正要下口的怪物被金光定在原地，动弹不得，只能发出愤怒的嘶吼与挣扎。姐！林清风朝着河面大吼一声，他话音刚落，我猛地从河水中破水而出，直奔怪物而去。我身上的衣衫已然变换成了一袭素白古袍，袍袖间绣着细碎的银纹，在昏光下流转着冷冽的光泽。衣摆沾染着血红的河水，白袍上的几点殷红衬得煞气凛然，却又不失清冷。左手握着林清风的折扇，右手紧攥着祖传宝剑，我口中飞快念动咒语，折扇瞬间化作另一柄长剑，两剑缠绕交织，形成一把更为锋利的复合利刃。我纵身跃起，借着下坠的力道，将利刃狠狠刺入怪物的头顶。郑浩然颤抖着试探问道：“怪物死了吗？”下一秒，砰的一声巨响，怪物的身体轰然爆体而亡，腐烂的肉块炸得四处飞溅，浓烈的腐臭味弥漫在空气中，熏得人阵阵作呕。真以为我拿你没招？我冷笑一声，拍了拍衣摆上沾染的粘液，这次把你肉身与魂魄一并炸碎，看你还怎么复活。林清风凑过来，他的白衣上沾满了绿色粘液与红色血浆，一脸嫌弃地捏着鼻子：“姐，你下次能不能给我点时间躲开？这味道也太臭了。”我没理会他的抱怨，抬手将利刃拆分回宝剑与折扇，把折扇丢还给他，然后转身对着河水掐诀布阵。阿明激动地跑到林清风身边：“东家，这怪物是彻底死了吗？你自己看看天地间的景象，还用问？”众人纷纷抬头望去，只见天空已然放晴，乌云散尽，阳光穿透云层洒在河面上，原本漆黑腥臭的河水也恢复了往日的碧绿清澈，除了乌篷船与众人身上残留的怪物残液，一切都显得岁月静好，仿佛刚才的惊魂一幕只是一场噩梦。这时他们又见我抬手一挥，两道光影从河中升起，是小翠和李四。我将两人轻轻放在船板上，他们悠悠转醒，一脸茫然。陈文见状急忙喊道：“船家，这两人不是怪物的帮凶吗？你救他们干什么？他们只是被怪物操控了心智，并非本意。”我淡淡解释。小翠揉着脑袋困惑地问：“我这是怎么了？”李四也一脸懵懂：“怪物呢？不是又有怪物出现了吗？”果然，从怪物操控他们开始，他们便失去了意识。我站起身，重新拿起撑篙，怪物已死，现在重新开船。撑篙点入水中，乌篷船缓缓朝着对岸移动。阿明凑到我身边，好奇地问：“清月，现在怪物和邪祟都没了，那以后咱们船上是不是就没有姓陆的不能上船的规矩了？从明天起，落水河上的摆渡船会彻底关闭。”林清风抢先替我答道：“啊，老周急了，那以后我们怎么过河啊？”我撑着船，目光望着远方平静的河面，轻声说道：“河底的怪物与妖祟都已肃清，河上便能建桥了。有了桥，落水河便不再需要摆渡船，落水河不再需要摆渡船，自然也不再需要我和清风这两个守船人。”摆渡船靠岸时，渡口已围了不少人，几个穿工装的汉子正拿着图纸争论。为首的中年男人见到我，立刻快步走来：“林船家，我是建桥工程的领队张工，明天就要开工了，想请你指点下河面深浅。”我瞥了眼他递来的图纸，落水河的河道被画得笔直，恰好经过当年怪物被斩杀的核心位置，那里不能动。我冷声提醒：“河底有震物，动了会出事。”张工脸上的笑容一僵，随即敷衍道：“林船家说笑了，都是封建迷信。”他身后的一个年轻工人突然脸色发白，拽了拽张工的衣角：“张队，昨晚我来踩点，看到河面上飘着个穿古装的女人，头发拖到水里。”张工呵斥他胡说八道，挥手让工人驱散围观者。我看着他们扛着工具上船测量，心中不安渐浓。傍晚时分，渡口传来惊呼，有人发现早上那名年轻工人不见了，只在河岸边留下一只沾着黑泥的工装鞋，泥里还裹着一片干枯的鱼鳞。那不是鱼鳞，是当年怪物身上的鳞片。我带着阿明赶到河边时，张工正指挥人打捞，见我来了，脸色难看。林船家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会出事？我提醒过你，核心不能碰。我蹲下身，捡起那片鳞片，指尖传来刺骨的寒意。这是当年那只怪物的鳞片，它虽死，河底的腐气却没散。你们的工具惊扰了底下的东西。张工咬了咬牙，从包里掏出一张泛黄的纸，实不相瞒，上面下了死命令，必须3个月内建成桥，这是限制。上面记载落水河底有聚财穴，建桥能镇住煞气。我接过限制，页面
面末尾画着一个奇怪的符号。半夜，我被河面传来的敲锣声惊醒，跑到渡口一看，只见核心位置浮起一艘破旧的乌篷船，船上挂着红灯笼，一个模糊的身影正站在船头敲锣。张工带着几个工人竟朝着那艘船划去，我大喊阻止，可他们像没听见一样，径直钻进了那艘诡异的船里。红灯笼瞬间熄灭。等我撑船赶到河心，那艘破旧的乌篷船已经不见了，水面平静得像镜子，连张工他们的船桨都没留下。阿明颤抖着指向水下，清月，你看。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河底隐约有灯光闪烁，像是无数双眼睛在盯着我们。回到岸边，我翻出林家祖传的落水秘录，上面记载河心有回魂船，引生人入水底，以精血滋养镇河物。原来当年祖先留下的不止镇河12器，还有回魂船作为第2层防护，一旦有人破坏河底，回魂船就会现身，将闯入者献祭。天亮时，张工的副手慌慌张张跑来，说张工昨晚回来了，却像丢了魂一样，一直坐在帐篷里傻笑，手里还攥着一块黑色的石头，石头上刻着和县志上一样的符号。我跟着他去帐篷，刚进门就闻到一股腐臭味。张工抬起头，他的眼睛里没有瞳孔，只剩下一片漆黑。我掏出符纸贴在张工额头，他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，身体剧烈抽搐，嘴里吐出黑色的粘液。他被河底的东西缠上了。我对吓傻的副手说，那块石头是镇河12器之一的锁魂石，怎么会在他手里？副手哆哆嗦嗦地说，张工昨晚回来后就从怀里掏出了这块石头，说找到了，桥能见了。我带着锁魂石来到河心，将石头放入水中，水面立刻泛起涟漪，浮现出12个光点，那是镇河12器的位置。可其中一个光点已经熄灭，显然是被人取走了。阿明突然指着远处，清月，你看，只见渡口方向几个工人正偷偷摸摸地挖着什么，为首的正是张工，他不知何时挣脱了束缚，眼神空洞地指挥着。我刚要过去阻止，河底突然传来巨大的震动，水面裂开一道缝隙，一只布满青苔的手从缝隙中伸出，死死抓住了船沿。这只手比当年怪物的手还要粗壮，指甲缝里还卡着人类的碎骨，显然有更可怕的东西要出来了。我甩出符纸击退那只手，河面的裂缝却越来越大，腥臭的黑水喷涌而出，岸边的工人吓得四散奔逃。张工站在原地不动，被黑水淋到后，皮肤开始溃烂，露出里面青黑色的骨头，嘴里还在念叨剑桥，必须剑桥，是有人在操控他。我恍然大悟，锁魂石被取走，镇河12器的平衡被打破，幕后之人利用张工和剑桥工程，目的是彻底破坏河底的封印。阿明突然喊道，清月，你看张工的脖子。我定睛一看，张工的脖子上有一个红色的印记，和当年陆远山操控柳依依时留下的印记一模一样。就在这时，河面上突然飘来大量的纸钱，一个苍老的声音在风中回荡，林家后人阻我大事，必死无疑。我抬头望去，远处的山坡上，一个穿黑衣的老者正站在那里，手里拿着一个稻草人，稻草人身上贴着张工的生辰八字，是巫蛊之术。我刚要追去山坡，河底的震动突然加剧，一艘巨大的古船从裂缝中驶出，船身刻满了诡异的符文，船头站着一个身穿官服的黑影，面容模糊，却散发着和陆远山相似的妖力，是陆氏先祖的魂魄。我心中一惊，落水秘录记载陆远山的先祖曾是落水河的河神，因作恶被林家先祖封印在河底。古船朝着岸边驶去，所到之处水面结起黑冰，张公像被召唤一样朝着古船跑去，跳入水中后，身体竟化作一条黑色的鱼，钻进了古船的船底。阿明吓得腿软，清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有人唤醒了陆氏先祖的魂魄，想借他的力量掌控落水河。我握紧宝剑，而剑桥只是打开封印的幌子。突然，古船的船舱里传来婴儿的哭声，那哭声稚嫩却带着怨气，和当年苏婉容未出世的孩子的哭声一模一样。我心中一紧，难道苏婉容的孩子魂魄也被陆氏先祖的魂魄控制了？婴儿的哭声越来越响，古船周围的黑冰开始融化，化作无数只黑色的虫子朝着岸边爬来。我甩出符纸挡住虫子，转头对阿明说，你快去西山找清风，让他带忘川石来，只有忘川石能镇压陆氏先祖的魂魄。阿明不敢耽搁，拔腿就跑。我独自撑船冲向古船，刚靠近就被一股强大的吸力拉扯船头的黑影转过身，露出一张和陆远山极为相似的脸。林家后人，当年你先祖封印我，今日我便让你血债血偿。他挥手甩出一道黑气，我用宝剑抵挡，黑气却穿透剑身，击中我的肩膀，一阵钻心的疼痛传来，肩膀瞬间失去知觉。船舱里的婴儿哭声突然停止，紧接着一个浑身雪白的小孩从船舱里走出来，他长得和苏婉容有7分相似，眼神却冰冷刺骨。你是谁？我警惕地问。小孩没有回答，只是伸出小手指向我手中的宝剑，宝剑竟开始剧烈颤抖，像是要挣脱我的掌控。
宝剑突然脱手，飞向那个雪白的小孩，被他一把抓住。这是林家的宝剑，怎么会听你的指挥？我又惊又疑，肩膀的疼痛越来越剧烈，皮肤下像是有虫子在蠕动。小孩终于开口，声音稚嫩却带着怨气：“我是苏婉容的孩子，也是陆氏先祖的祭品。这把剑本就该属于我。”他挥舞宝剑，朝着我砍来，剑光带着刺骨的寒意。我躲闪不及，手臂被划开一道伤口，黑色的血液流了出来，那是被怪物腐气感染的迹象。古船开始剧烈摇晃，河底的裂缝越来越大，更多的黑影从裂缝中爬出，朝着岸边蔓延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林清风的声音：“姐，我来了。”我抬头望去，林清风提着忘川石，正朝着古船飞来。可他身后跟着一群穿黑衣的人，为首的正是那个山坡上的老者。林清风脸色苍白，显然是被他们挟持了。忘川石上还贴着一张符咒，散发着诡异的红光。放下忘川石！老者大喊，否则我就杀了林清风。我看着林清风被黑衣人用刀架着脖子，心中焦急万分。苏婉容的孩子冷笑一声：“林家后人，你终究还是要选择，是救你弟弟，还是救这岸上的人？”他挥舞宝剑，古船朝着岸边撞去。岸边的黑虫已经爬到了村民的家门口，惨叫声此起彼伏。我咬了咬牙，掏出最后一张符纸，我选救所有人。符纸化作一道金光，朝着林清风飞去，缠住了架在他脖子上的刀。林清风趁机挣脱，将忘川石扔给我：“姐，快用忘川石镇压封印。”我接过忘川石，朝着古船的船底扔去。忘川石发出耀眼的白光，将古船笼罩其中。苏婉容的孩子发出一声惨叫，身体开始融化。可就在这时，老者突然大笑起来：“愚蠢！忘川石不仅能镇压封印，还能唤醒河底的终极妖物。”他抬手掐诀，忘川石的白光突然变成黑色，河底的裂缝中钻出一个巨大的头颅。那头颅长着3只眼睛，嘴角咧到耳根，正是当年被林家先祖斩杀的怪物的头颅。他竟然还有一个头颅，3只眼的头颅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，口水滴落在水面上，瞬间腐蚀出一个个小洞。苏婉容的孩子彻底融化，化作一股怨气，钻进了怪物的头颅里。怪物的头颅朝着我咬来，我和林清风合力挥舞宝剑，却只能在他的皮肤上留下浅浅的划痕。这是怪物的本体头颅。林清风大喊：“当年先祖只斩杀了他的分身，本体一直被封印在河底，忘川石的力量唤醒了他。”老者站在岸边，指挥黑衣人朝着怪物头颅扔符咒，符咒贴在怪物身上，让他变得更加狂暴。我突然注意到，老者的手腕上带着一个和张公手中一样的黑色石头，那是另一块镇河12器。原来老者是陆氏的后人，一直想唤醒陆氏先祖和怪物本体，掌控落水河。就在怪物头颅即将咬到我的瞬间，我突然看到他的第3只眼睛里映出了林家先祖的身影。先祖的嘴唇动了动，像是在说什么。我仔细辨认，先祖说的是镇河12器，合则生，分则死。我心中一动，朝着林清风大喊：“找到所有镇河12器，快！”可林清风刚要行动，就被怪物的触手缠住，拖向怪物的口中。我伸手去拉，却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甩开，重重摔在古船上，眼前一黑，失去了意识。等我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被绑在古船的桅杆上，老者正站在我面前，手里拿着最后一块镇河12器，冷笑地看着我：“林家后人，该结束了。”老者手中的镇河12器发出幽光，贴在我皮肤上的绳索竟开始发烫，像是要烧穿我的皮肉。林家与陆氏本是同源，你祖父林玄当年为了独占除妖名声，隐瞒了混血真相。他阴恻恻地笑：“你身上流着一半陆氏血脉，这也是你能驱动林家宝物，又能感应落水河妖力的原因。”我浑身一震，指尖突然冒出黑色纹路，与陆远山当年的妖纹如出一辙。脑海中闪过零碎的记忆片段，小时候祖父不让我靠近落水河，说我体质特殊，原来竟是这个缘由。林清风挣扎着喊道：“姐，别听他胡说！”苏婉容的怨气突然化作红光，缠住怪物触手，厉声喝道：“先救清风！”我趁机掏出符纸，想要挣脱，却发现身体里的妖力不受控制的涌动，竟将符纸震成了碎片。老者见状大笑：“你的妖性正在觉醒，迟早会成为落水神的一部分。”这时，我手腕上的祖传玉佩突然发烫，一道虚影浮现，竟是祖父林玄的轮廓。他只说了一句话：“镇河12器藏着压制妖性的方法”，便消散不见。而此时，老者已经将最后一块镇河12器扔进漩涡，落水神的身影愈发清晰。我的黑色纹路也爬上了脖颈，黑色纹路蔓延得越来越快，我能清晰感觉到体内2股力量在撕扯，一边是林家的除妖灵力，一边是陆氏的邪祟妖力。放开我！我嘶吼着，宝剑脱手而出，却没有攻击老者，反而朝着苏婉容的红光砍去。林清风惊道：“姐，你疯了！”苏婉容的怨气被宝剑划伤，红光暗淡了几分，怪物触手趁机收紧，勒得林清风脸色发紫。我想收回宝剑，可身体却被妖力操控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伤害同伴。没用的，混血血脉一旦觉醒，便会被落水神感召。老者踱步上前，手中出现一根黑色木杖，这是陆氏先祖的法杖，能加速你的蜕变。他举起木杖，一道黑气直射我的眉心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郑浩然突然扑过来，挡在我身前，黑气击中他的后背，他闷哼一声倒在地上。我欠你的，他艰难地说，后背竟也浮现出黑色纹路。陆氏
血脉都能感应到落水神。苏婉容趁机爆发怨气，红光暴涨，暂时逼退了怪物。我趁机压制住体内妖力，扶起郑浩然，却发现他的纹路与我相连，竟能暂时稳住我的妖性。而漩涡中的落水神已经露出了上半身，他的面容竟与我有7分相似。落水神的面容让我心头巨震，他的眉眼间既有林家的清冷，又有陆氏的阴存，分明是混血血脉的极致体现。孩子，回到我身边。落水神的声音空灵，带着蛊惑人心的力量。我们本是一体，何则能掌控落水河的生死？体内的妖力再次躁动，黑色纹路想要冲破皮肤。郑浩然紧紧抓住我的手，他的体温带着一丝邪异的冰凉，却让我的纹路暂时稳定，不能被他控制。他的脸色越来越苍白，显然支撑不了太久。林清风挣脱怪物触手，飞到我身边，折扇化作长剑。姐，我帮你压制。他一剑刺向我的眉心，并非攻击，而是注入灵力。刺痛感传来，体内的灵力暂时占据上风，黑色纹路褪去不少。苏婉容的怨气与怪物缠斗，渐渐落于下风。林清月，快想办法！他在吸收落水河的水气，越来越强了。我抬头望去，只见落水神的身体不断变大，河水被他吸入体内，河面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。老者在一旁冷笑：没用的，落水神本就是混血血脉的终极形态。他突然抬手，木杖指向郑浩然，牺牲他就能彻底觉醒你的力量。郑浩然的身体开始发光，显然成了老者的目标。而我看着他决绝的眼神，心中陷入两难：救他，可能所有人都要死；不救，我与妖物何异？休想！我一把将郑浩然推开，宝剑直指老者。林家祖训：除妖卫道，从未教过牺牲他人。体内的灵力与妖力再次碰撞，我喷出一口鲜血，黑色纹路又爬上脸颊。林清风扶住我，担忧地说：姐，你的身体快撑不住了。苏婉容的怨气被怪物击中，化作点点红光。她喘息着说：我撑不了多久。当年林玄风印落水神，用了自己的一半魂魄。这句话如惊雷般炸响，我突然想起祖父临终前的嘱托：若遇落水神现世，需寻回镇河12气，以魂魄为引，重新封印。原来祖父早就知道混血真相，也做好了牺牲的准备。老者见状，木杖一挥，怪物突然转向攻击郑浩然。既然你不肯，那就用他的魂魄。郑浩然自知难逃，突然冲向落水神，大喊道：林清月，记住，镇河12气在落水神体内。他的身体化作一道黑气，竟钻进了落水神的眉心。落水神发出一声咆哮，身体剧烈颤抖，体内传来郑浩然的声音：我暂时困住了他，快找12气。而我体内的妖力因为郑浩然的牺牲突然暴涨，黑色纹路彻底覆盖了半边脸，视线也开始变得血红。血红的视线中，落水神的体内浮现出12道光点，正是镇河12气。可我却控制不住想要靠近的冲动，妖力在体内叫嚣，让我想要与落水神合为一体。姐，挺住！林清风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，他的长剑抵住我的后背，注入源源不断的灵力。苏婉容的怨气重新凝聚，化作一道红绳，缠住我的手腕，用我的怨气压制妖性。你不能变成他的样子。红绳传来刺骨的寒意，让我清醒了几分。我咬紧牙关，朝着落水神冲去，宝剑直指他体内的光点。不知好歹，老者木杖一挥，一道黑气缠住我的脚踝，将我拉向地面。落水神趁机拍出一掌，我被掌风击中，重重摔在船板上，宝剑脱手，体内的妖力彻底失控。我趴在地上，指甲变长变黑，身后竟长出了黑色的鳞片。姐，林清风想要过来救我，却被怪物缠住。苏婉容的红绳越来越细，她急道：林清月，想想你守护落水河的初心，想想那些无辜的船客。初心？我想起每日摆渡的平静，想起那些虽有抱怨却依旧信任我的船客。人性的力量渐渐复苏，黑色鳞片开始脱落。我缓缓站起身，体内的灵力与妖力达成了诡异的平衡。我既为林家人，也流着陆氏血，但我只做我自己。我捡起宝剑，朝着落水神飞去。而落水神的眉心，郑浩然的黑气越来越淡，显然快要撑不住了。就在我即将触及第一个光点时，落水神突然睁开眼睛，与我对视，他的瞳孔中竟映出了陆远山的笑容。陆远山的笑容让我心头一震，难道他没死？落水神突然开口，声音竟是陆远山的语调：林清月，没想到吧？我早就藏在陆氏血脉中，等的就是今天。他一掌拍来，我慌忙躲闪，却发现镇河12气的光点开始移动，想要逃离落水神体内。林清风趁机牵制住怪物，大喊道：姐，别被他干扰，快取12气！苏婉容的红绳缠住一个光点，想要拉出来，却被光点灼伤。这12气被落水神的力量包裹，普通方法取不出来。我想起祖父的虚影，突然喊道：苏婉容，用你的怨气护住我！我纵身跃到落水神头顶，宝剑刺入他的天灵盖，体内的灵力与妖力同时爆发，想要强行取出12气。落水神发出剧痛的咆哮，体内的光点剧烈晃动，一道古老的契约虚影浮现出来。契约上的字迹模糊，却能看清林陆两家共掌落水，剑桥巨阳，滋养水神16个字。原来剑桥
并非偶然，而是当年两家先祖的约定，用桥上行人的阳气滋养落水神，维持河域平衡。可后来陆氏先祖想要独占力量，才引发了争斗。没错，建桥工程是我重启的。老者大笑，只要落水神吸收足够阳气，就能彻底觉醒，到时候我就是落水河的主人。而此时，契约虚影突然飞向我，融入我的体内，我脑海中浮现出更多记忆。当年林玄为了阻止陆氏先祖，才立下姓陆者禁止上传的规矩，中断阳气滋养。契约融入体内的瞬间，我明白了祖父的良苦用心，他并非想要封印落水神，而是想要找到平衡阴阳的方法。剑桥聚阳本是正道，可陆氏先祖想要独占神力，才让落水神沦为邪祟。我对着落水神大喊：陆远山，你不过是想借落水神的力量复活。落水神体内的陆远山虚影浮现，那又如何？等我吸收完阳气，就能彻底掌控这具身体。他猛地发力，将宝剑震出体外，我重重摔在船上。林清风见状，折扇化作盾牌，挡住落水神的攻击。姐，你没事吧？就在这时，渡口方向传来一阵喧哗，只见陈文、小翠、李四等人带着一群村民赶来，每个人手中都拿着桃木枝和符纸。林姑娘，我们来帮你。小翠喊道。老周找到了祖传的除妖图谱，说这些能克制邪祟。原来他们回去后一直担心落水河的安危，便联合了村里的人，组成了除妖小队。陈文举着桃木剑，虽然吓得发抖，却依旧喊道：我们虽然不懂法术，但也不能让你一个人拼命。李四也说道：之前是我们自私，这次一定帮你到底。我心中一暖，体内的灵力更加充沛。苏婉容的怨气与村民手中的符纸产生共鸣，红光大涨。好，我们一起取出镇河12气，重启契约。可就在这时，落水神突然喷出一股黑气，击中了渡口的桥梁地基，地基瞬间崩塌，正在施工的工人纷纷落水。工人落水的惨叫声传来，落水神趁机吸收他们的阳气，身体变得更加庞大。不好，阳气越多，他的力量越强。我大喊着想要去救，却被老者的黑气缠住。老者冷笑，现在知道急了，当年林玄中断契约，才导致落水神失控，这一切都是林家的错。林清风飞身救下几个工人，大喊道：姐，我来牵制他，你带村民转移。苏婉容的红绳缠住更多工人，将他们拉到船上。小翠和陈文则组织村民用符纸和桃木枝搭建简易防护阵，阻挡黑气侵袭。我趁机挣脱黑气，宝剑直指老者。当年的恩怨早已了结，你不过是想借落水神报复林家。老者的面容突然变化，竟露出了林家的特征。报复？我本就是林家人，是林玄把我赶出家门，让我投靠陆氏。这句话让我愣住，祖父从未提起过有兄弟。老者继续说道：我叫林玄州，是你祖父的亲弟弟。当年他为了独占除妖师的名声，诬陷我勾结陆氏，将我逐出师门。他的木杖化作长剑，朝着我刺来。今天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我慌忙躲闪，却发现他的剑法与林家祖传剑法如出一辙。而落水神体内的陆远山趁机吸收了更多阳气，12道光点开始融入他的身体，镇河12气即将与落水神彻底绑定。不可能，祖父不是这样的人！我大喊着反驳，却在林玄州的剑法中看到了熟悉的招式，心中不由得动摇。林清风也察觉到不对劲，他的剑法确实是林家秘传。苏婉容的红绳突然缠住林玄州的手腕。当年林玄与我约定，说有个弟弟误入歧途，让我日后若遇到尽量感化。林玄州怒喝一声，挣脱红绳，感化。他当年把我打成重伤，扔到落水河边，是陆氏先祖救了我。他一剑刺来，我没有躲闪，宝剑擦着我的肩膀划过，鲜血直流。你若真为林家人，就该明白除妖卫道的真谛，而不是报复。我的鲜血滴落在船板上，竟与契约虚影产生共鸣，地面上浮现出更多契约内容。若林陆两家后人反目，镇河12气将自动激活，封印落水神与所有混血血脉。原来祖父早就留下后手，怕的就是今日的局面。落水神体内的陆远山察觉到不对劲，大喊道：林玄州，别跟他废话，快帮我彻底掌控12气。林玄州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朝着落水神飞去，想要帮助陆远山。而除妖小队的村民们在小翠的带领下，将符纸贴满了船身，形成一道防护阵，暂时挡住了落水神的黑气。我看着林玄州的背影，心中五味杂陈。就在这时，郑浩然的声音再次传来：林清月，契约的漏洞在你体内的混血血脉。而我的肩膀伤口处竟开始发光，与契约虚影遥相呼应。伤口的光芒越来越亮，我能感觉到体内的混血血脉与契约产生了强烈的共鸣。漏洞就是混血血脉能同时操控林家灵力与陆氏妖力，从而掌控契约。我恍然大悟，祖父当年留下的后手就是让混血后人在关键时刻重启契约。林玄州已经飞到落水神身边，帮助陆远山压制住郑浩然的残魂。快，吸收完最后一道阳气，就能彻底掌控落水神。落水神的目光投向岸边，那里有一群赶来看热闹的村民，正是最后的阳气来源，不能让他伤
伤害村民。我飞身阻拦，体内的灵力与妖力同时爆发，宝剑上既带着金光，又缠绕着黑气。这是我第一次主动运用两种力量，却意外的和谐。林清风和苏婉容紧随其后，与我并肩作战。除妖小队的村民们也纷纷上前，用桃木枝和符纸攻击落水神的触手，虽然威力不大，却拖延了时间。陈文大喊道：“林姑娘，我们帮你牵制，你快重启契约。”李四也说道：“别担心，我们做你该做的事。”我点点头，朝着落水神的眉心飞去，那里是契约的核心。林玄州见状，急忙阻拦：“你不能这么做，重启契约后，你会成为新的封印容器。”我没有理会，宝剑刺入落水神的眉心，体内的混血血脉全力爆发，契约虚影在我身前展开，12道光点从落水神体内飞出，围绕着我旋转。林陆两家后人以混血血脉为引，重启落水契约。我大声念道，光点开始融入我的身体，而落水神发出一声咆哮，体内的陆远山虚影疯狂挣扎。不，我不会就这么输了。光点融入体内的瞬间，我感觉全身被撕裂般疼痛，混血血脉与12气的力量交织，让我成了契约的新载体。落水神的身体开始缩小，陆远山的虚影被强行挤出。林清月，我不会放过你。他的虚影想要逃跑，却被苏婉容的红绳缠住，瞬间消散。林玄州看着这一幕，脸色惨白。你真的要成为封印容器，从此永生永世被困在落水河中？我没有回答，只是感受着契约的力量，开始重新平衡落水河的阴阳。河水渐渐变得平静，黑气也开始消散。就在这时，落水神的身体彻底化作一道光芒，融入我的体内。一个威严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响起：林清月，你已成为落水神的新宿主，我给你一个选择，成为我的祭品，我将永远守护落水河，放过岸上所有人。若拒绝，我将引爆体内的力量，让落水河化为炼狱。我心中一震，没想到重启契约后还要面临这样的抉择。林清风急忙说道：“姐不能答应他，我们一定有其他办法。”苏婉容也说道：“他在骗你，成为祭品后你会彻底失去自我。”岸上的村民们也察觉到不对劲，纷纷喊道：“林姑娘，别为了我们牺牲自己，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。”看着他们担忧的眼神，我想起了每日摆渡的日子，想起了那些信任我的船客，体内的人性与妖性再次挣扎。人性让我想要活下去，妖性却让我想要接受交易，彻底掌控落水河。林玄州突然大笑：“接受吧，成为祭品，你就能与落水神合为一体，拥有无上力量。”而我脑海中的落水神再次催促：“没时间了，要么成为祭品，要么同归于尽。”我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飞向核心，岸边的村民们发出惊呼。飞向核心的过程中，我脑海中闪过无数画面：祖父的嘱托，林清风的守护，苏婉容的复仇，村民们的信任，还有郑浩然的牺牲。这些记忆让我的人性占据上风。我拒绝，我大喊道，体内的契约力量突然爆发，将落水神的意志压制下去。落水神愤怒地咆哮：“你会后悔的！我要让所有人为你陪葬！”他的力量在我体内躁动，想要引爆。林清风飞身追上我，折扇化作锁链缠住我的手腕。姐，我帮你压制。苏婉容的红绳也缠住我的腰，注入怨气辅助。林玄州见状，脸色铁青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他突然冲向岸边，木杖一挥，黑气缠住几个村民。林清月，你不答应，我就杀了他们！村民们发出尖叫。小翠急道：“林姑娘，别管我们！”我心中一紧，落水神的力量趁机反扑，体内的契约开始松动。你以为这样就能逼我？我冷笑一声，体内的混血血脉全力运转，将落水神的力量暂时压制。林玄州，你不过是想借落水神的力量报复，根本不在乎任何人的死活。林玄州怒极反笑：“没错，我就是要报复。当年林玄对我做的一切，我要让林家后人加倍偿还。”他举起木杖就要伤害村民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苍老的声音传来：“玄州，住手！”众人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个白发老者拄着拐杖缓缓走来，竟是林家的老管家，也是当年唯一见证林玄兄弟恩怨的人。老管家看着林玄州，叹了口气：“当年的事并非你想的那样。”而我体内的落水神突然安静下来，像是感应到了什么。“你还活着？”林玄州满脸震惊，手中的木杖微微颤抖。老管家点了点头：“当年先生把你赶出家门，是为了保护你。陆氏先祖早就对你虎视眈眈，想利用你的林家血脉增强力量，先生只能用苦肉计让你远离落水河。”林玄州不肯相信：“保护我？他把我打成重伤，扔在河边，让我受尽屈辱。”老管家从怀中掏出一封泛黄的书信：“这是先生当年写给你的信，一直没能交给你。他说等你安全了，就告诉你真相。”书信缓缓展开，上面的字迹正是祖父的笔记，详细说明了当年的原委。陆氏先祖想要夺取林家的除妖秘术，又觊觎落水神的力量，便设计陷害林玄州，想要将他掳走。林玄为了保护弟弟，只能假装将他赶走，实则派人暗中保护。可后来陆远山突然出现，打乱了计划，林玄州被陆氏先祖掳走，书信也没能送出。林玄州看着书信，眼泪夺眶而出：“哥，我错怪你了。”他的木杖掉在地上，黑气渐渐消散。落水神趁
趁机在我体内躁动，没用的情感，现在让我引爆力量，他的力量越来越强，我的身体开始膨胀，皮肤再次浮现出黑色鳞片。林清风急道：“姐，挺住！老管家，有没有办法彻底压制落水神？”老管家说道：“只有找到林家祖传的阴阳镜，才能将落水神的力量与宿主分离。而阴阳镜正是当年林玄用来封印落水神的宝物，后来不知所踪。”就在这时，林玄州突然站起身，眼神坚定：“我知道阴阳镜在哪里，它在落水神的老巢河底的千年溶洞里。”而我体内的落水神突然发出一声冷笑：“你们以为能找到吗？”溶洞里布满了我的眼线，我的视线再次变得血红，显然落水神想要重新掌控我的身体。血红的视线中，我能看到河底的千年溶洞，里面确实布满了黑色的触手，都是落水神的眼线。我带你们去。林玄州捡起木杖，眼神中带着愧疚，这是我欠林家的，也是欠落水河的。他率先跳入河中，朝着溶洞游去。林清风扶住我，担忧地说：“姐，你还能撑住吗？”我点了点头，强行压制住体内的落水神。放心，在找到阴阳镜之前，我不会让他失控。苏婉容的红绳缠住我的手腕，帮我稳定气息。我会帮你压制，你别勉强。除妖小队的村民们也跟着跳入河中。小翠说道：“我们虽然不会游泳，但可以在岸边接应你们。”陈文和李四也说道：“有任何情况，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。”潜入河底，溶洞的入口散发着幽光。林玄州说道：“阴阳镜就在溶洞最深处，被落水神的核心力量守护着。”我们小心翼翼地进入溶洞，里面布满了奇形怪状的钟乳石，每一块都散发着黑气。突然，无数触手从钟乳石后涌出，朝着我们袭来。林玄州挥杖抵挡：“你们快去找阴阳镜，我来牵制他们。”林清风和苏婉容立刻护住我，朝着溶洞深处飞去。我能感觉到阴阳镜的气息越来越近，体内的落水神也越来越躁动。别白费力气了，你们找不到的。就在我们即将到达溶洞深处时，一道黑影突然出现，挡住了我们的去路。看清黑影的面容，我和林清风都愣住了，那竟是郑浩然，他的眼睛血红，显然被落水神控制了。郑浩然，你醒醒！我大喊着，想要唤醒他的意识，可他只是冷笑，手中出现黑色的利爪，朝着我扑来。我早就不是郑浩然了，我是落水神的一部分。林清风急忙挥剑抵挡，却被他一掌拍飞。苏婉容的红绳缠住郑浩然的手腕，他的魂魄被落水神吞噬了，只剩下躯壳。我心中一痛，没想到他牺牲自己，最终还是没能逃过落水神的掌控。体内的落水神大笑：“怎么样？这就是反抗我的下场。”我咬紧牙关，不再犹豫，朝着溶洞最深处冲去。那里有一个石台，上面摆放着一面古朴的铜镜，正是阴阳镜。我伸手去拿，却被一道黑气弹开。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别想碰它。落水神的力量爆发，我的身体彻底失控，黑色鳞片覆盖全身，身后长出了黑色的翅膀。林清风和苏婉容合力牵制住郑浩然，大喊道：“姐，快用混血血脉激活阴阳镜！”我点点头，体内的灵力与妖力同时爆发，朝着阴阳镜飞去。就在我的手指即将触及镜面时，林玄州突然冲了过来，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：“不能碰！激活阴阳镜，你会魂飞魄散。”我知道，我挣脱他的手，但我不能让落水神危害落水河。手指触及阴阳镜的瞬间，镜面发出耀眼的光芒，我体内的落水神发出痛苦的咆哮：“不！”而林玄州看着我，眼中满是愧疚。其实当年是我主动投靠陆氏的，我嫉妒哥的天赋，想要得到更强的力量。阴阳镜的光芒越来越亮，我感觉自己的魂魄正在被剥离。而此时，林清风突然喊道：“姐，小心！”我转头望去，只见郑浩然的利爪正朝着我的后背袭来。利爪即将触及后背的瞬间，林清风突然飞身挡在我身前，硬生生受了一击。清风！我惊呼着，看着他嘴角流出的鲜血，心中剧痛。阴阳镜的光芒暂时护住了我们。郑浩然被弹开数米，姐，别管我，快封印落水神！林清风虚弱地说，身体开始发光，竟是在燃烧自己的灵力，为我争取时间。苏婉容的红绳紧紧缠住郑浩然，嘶吼道：“林清月，动手！”我不再犹豫，双手握住阴阳镜，体内的混血血脉全力爆发，以林陆两家混血血脉为引，借阴阳镜之力封印落水神。镜面光芒大涨，一道光柱从镜面射出，击中我的胸口。体内的落水神发出最后的咆哮，力量被强行抽出，注入阴阳镜中。林玄州看着这一幕，突然跪倒在地：“哥，我错了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林家。”他的身体开始消散，显然是为了弥补过错，燃烧了自己的魂魄，增强阴阳镜的力量。郑浩然的躯壳也在光柱中化为飞灰，他的残魂在消散前朝着我点了点头，像是在道谢。就在落水神的力量即将被彻底封印时，林清风突然站起身，眼神变得血红：“姐，停下！”他的手中出现黑色的利爪，竟是被陆氏先祖附身了。没想到吧，我早就藏在林清风体内了。陆氏先祖的声音从林清风口中传出，当年林玄没能彻底杀死我，我一直潜伏在林家后人身上，等待今天。我愣住了，看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弟弟，心中满是
是难以置信。阴阳镜的光柱开始晃动，落水神的力量趁机反扑。哈哈哈，林清月，你最终还是输了。为什么？我声音颤抖，看着被附身的林清风，体内的力量险些失控。陆氏先祖冷笑，林清风从小体质特殊，是最适合我附身的容器。我看着你们姐弟长大，就是为了今天夺取落水神的力量。他飞身冲向阴阳镜，想要抢夺落水神的力量。有了这股力量，我就能成为新的落水神，掌控整个河域。林清风的意识显然还在挣扎，他的嘴角流出鲜血。姐，别管我，杀了他！苏婉容的红绳立刻缠住陆氏先祖的手腕。林清月，快动手，不能让他得逞！我看着弟弟痛苦的模样，心中撕裂般疼痛。一边是至亲弟弟，一边是落水河的安危，我该如何选择？体内的混血血脉突然爆发，似乎在提醒我自己的使命。对不起，清风。我闭上眼，举起阴阳镜，光柱再次爆发，朝着陆氏先祖射去。他没想到我真的会动手，被光柱击中，发出一声咆哮。你狠！林清风的身体剧烈颤抖，陆氏先祖的虚影被强行挤出。我不会就这么算了。他的虚影想要逃跑，却被阴阳镜的光芒困住，瞬间消散。林清风虚弱地倒在地上，我急忙上前扶住他。清风，你怎么样？他缓缓睁开眼睛，眼神恢复了清明。姐，我没事。落水神呢？我看向阴阳镜，只见落水神的力量已经被彻底封印在镜中。可就在这时，阴阳镜突然剧烈晃动，镜面出现裂痕。不好，封印不稳定。苏婉容惊呼道。阴阳镜的裂痕越来越大，显然承受不住落水神的力量。封印需要祭品，否则撑不了多久。我恍然大悟，祖父当年封印落水神，不仅用了自己的一半魂魄，还有镇河12气的力量。如今12气融入我的体内，想要彻底封印，必须用我的混血血脉作为祭品。姐，不行！林清风挣扎着想要阻止我来做祭品。我摇了摇头，扶起他。你是林家的希望，不能有事，而且只有混血血脉才能彻底稳定封印。苏婉容看着我，眼中满是敬佩。你真的决定了，成为祭品后，你会永远被困在阴阳镜中，失去所有记忆。我点了点头，看向溶洞外的落水河，河水已经恢复了平静，岸边的村民们正在焦急地等待。我守护落水河这么久，早就把这里当成了家。我笑了笑，转身走向石台，能为落水河付出，我心甘情愿。林清风想要跟过来，却被苏婉容拦住，让他去吧，这是他的宿命。我拿起阴阳镜，体内的混血血脉开始燃烧，朝着镜面注入。阴阳镜的裂痕渐渐愈合，落水神的力量在镜中安静下来。就在封印即将完成时，石台突然剧烈晃动，溶洞顶部开始掉落石块。不好，落水神的力量引发了溶洞崩塌。林清风大喊道。苏婉容立刻护住我们，快离开这里。我却摇了摇头，继续注入血脉，还差最后一步。石块不断掉落，林清风和苏婉容只能拼命抵挡，而我看着他们，心中满是不舍。就在封印完成的瞬间，一块巨大的石块朝着我砸来。林清风大喊着想要扑过来，却被苏婉容死死拉住。巨大的石块砸来的瞬间，我闭上了眼睛，心中没有恐惧，只有平静。可预想中的疼痛并没有到来。睁开眼，只见苏婉容的红绳紧紧缠住石块，她的身体却在不断消散。苏婉容，我大喊着想要去救她，这是我欠你的。苏婉容的声音越来越微弱。当年你先祖帮我复仇，我一直没能报答，现在就让我为你挡这一次。她的身影彻底消散，化作点点红光融入阴阳镜中。阴阳镜发出耀眼的光芒，彻底稳定下来。林清风挣脱红绳，跑到我身边。姐，我们快出去，溶洞要塌了。我点点头，拿起阴阳镜，跟着他朝着溶洞外飞去。身后的溶洞轰然崩塌，无数石块落入河中，激起巨大的水花。回到岸上，村民们纷纷围上来，满脸担忧。小翠问道：林姑娘，都结束了吗？我举起阴阳镜，笑着说：结束了，落水神被彻底封印了。村民们欢呼起来，陈文和李四也松了口气。可就在这时，阴阳镜突然飞向天空，镜面朝着落水河发出一道光芒，河水开始沸腾，无数黑色的触手从河中涌出，显然是落水神的残余力量。怎么回事？林清风警惕地问道。我心中一沉，感应到阴阳镜中传来落水神的声音：林清月，你以为封印了我就结束了？我的残余力量会污染落水河，让所有生物都变成妖物。我抬头看向天空中的阴阳镜，突然明白过来，你早就计划好了，就算被封印，也要让落水河沦为炼狱。而阴阳镜的光芒越来越强，河中的触手也越来越多，朝着岸边的村民们爬去。触手朝着村民们爬去，我立刻举起宝剑，飞身阻拦。清风带村民们离开。林清风点点头，组织村民们撤退。除妖小队的小翠等人也留下来帮忙，用符纸和桃木枝攻击触手。阴阳镜中的落水神大笑：没用的，我的残余力量会不断滋生，除非你用自己的魂魄彻底净化落水河。我心中一震，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后手。看着不断增多的触手以及村民们惊恐的眼神，我知道自己没有选择。姐，别听他的，我们还有其他办法。林清风大喊着想要过来帮我。我摇了摇头，朝着他笑了笑。清风，以后落水河就交给你了，记住，林家的使命不是除妖，而是守护。我飞身冲向阴阳镜，体内的混血血脉和魂魄同时燃烧，以我之魂，以混血血脉为引，净化落水河。阴阳镜发出
凄厉的尖叫。落水神的残余力量被强行抽出，与我的魂魄交织在一起，化作一道金光，洒向落水河。触手中的黑气在金光中消散，河水渐渐恢复清澈。村民们欢呼起来，林清风却朝着我跑来，眼中满是泪水。姐，我看着他，想要说些什么，身体却开始变得透明。照顾好自己，这是我最后的声音。意识消散的瞬间，我看到林清风跪在河边，朝着落水河大喊我的名字，而落水河的水面上浮现出一朵白色的莲花，在阳光下静静绽放。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一切结束时，白色莲花突然裂开，一道微弱的黑影浮现，正是落水神的一缕残魂。他冷笑一声，潜入河底，消失不见。而远处的山坡上，一个身穿黑衣的神秘人看着这一幕，嘴角勾起一抹诡异的笑容。意识消散后，我并未彻底消失，一缕残魂被白色莲花包裹，漂浮在落水河面，能清晰看到岸上的一切。林清风整日守在河边，对着莲花喃喃自语，试图唤醒我，可我只能感知，无法回应。3日后，渡口突然出现怪事，一个晚归的村民在河边打水时，水桶里捞出一把发黑的铜钱，铜钱上刻着诡异的符文。当晚，那村民便疯疯癫癫地跑到河边，大喊落水神要我献祭，若非被家人及时拉住，险些跳入河中。更诡异的是，疯癫村民的手腕上出现了与当年张公一模一样的黑色印记。林清风检查后脸色巨变，是落水神的残魂在作祟，他在挑选新的宿主。我附在莲花上，清晰感应到河底传来微弱却邪恶的波动，那残魂竟在吸食河底残留的妖力，而且速度远超预期。就在这时，莲花突然剧烈晃动，河面上浮现出黑衣人模糊的身影，他朝着莲花冷笑：林清月，没想到你还留着一口气。黑衣人身影一闪而逝，只留下一股阴冷的气息。林清风察觉到异常，将莲花小心翼翼地移入特制的浴盆中，带回了我们当年居住的河边小屋。他翻阅林家祖传的除妖秘录，试图找到让我实体化的方法。与此同时，村里的诡异事件愈发频繁，有村民在夜里看到河面上飘着无数白色纸船，纸船上插着黑色的香，香味一飘到岸上，闻者便会浑身发冷，噩梦连连。更有甚者，梦中会出现一个模糊的黑影，催促他们凿开河底的石头，释放真正的神。小翠带着除妖小队的人来找林清风求助。陈文脸色惨白地说，我们在河边发现了一个隐蔽的洞穴，里面刻满了陆氏先祖的图腾，还有人正在里面祭拜。林清风握紧阴阳镜，眼神坚定，看来那黑衣人是想借助村民的信仰，加速落水神残魂的复苏。我在莲花中急得团团转，突然感应到玉盆中传来一丝熟悉的灵力，是祖父留下的玉佩碎片，竟藏在盆底。玉佩碎片的灵力顺着莲花传入我的残魂，我终于能勉强凝聚出模糊的虚影，在林清风面前现身。他又惊又喜，激动的声音发颤：姐，你终于能说话了。我虚弱地告诉他，玉佩能暂时稳住我的残魂，但要彻底恢复需要河底的定魂珠，而且那黑衣人不简单，他身上有陆氏先祖的血脉，还懂得失传的巫蛊之术，正在利用村民的执念喂养落水神残魂。话音刚落，屋外突然传来尖叫，我们冲出去一看，只见几个被噩梦缠身的村民手持锄头冲向河边，嘴里喊着释放神，眼神空洞，像是被操控了一般。林清风立刻甩出符咒，暂时困住他们，可符咒的效力越来越弱，村民们挣扎着想要挣脱，不好，他们的魂魄正在被落水神残魂吸食。我心中一紧，感应到河底的洞穴中黑色的雾气已经冲天而起，那是信仰之力与妖力结合的征兆。林清风用阴阳镜暂时压制住村民体内的妖力，将他们安置在小屋中。小翠和李四负责看守，陈文则去召集更多村民，想要阻止其他人被操控。我依附在林清风肩头，指引他前往河边的隐蔽洞穴。洞穴入口被茂密的芦苇遮挡，里面漆黑一片，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香灰味。走了约莫100米，前方出现一丝微光，只见黑衣人正站在一个石台上，石台上摆放着一个血红色的陶罐，罐口不断涌出黑色雾气，周围还跪着几个眼神呆滞的村民，正在低声祭拜。林清风，你来得正好。黑衣人转过身，脸上戴着一个青铜面具。我本想让你姐姐的残魂成为落水神复苏的祭品，既然你来了，就一起陪葬吧。他抬手一挥，石台上的陶罐突然炸裂，无数黑色的虫子朝着我们飞来，正是当年怪物身上的腐虫。林清风立刻举起阴阳镜，金光乍现，虫子纷纷落地化为黑水。可就在这时，洞穴顶部突然掉落石块，一个巨大的黑影从黑暗中冲出，竟是被落水神残魂附身的巨型鲶鱼妖。巨型鲶鱼妖体型庞大，鳞片漆黑，眼睛血红，一开口便发出落水神阴冷的声音：林清月，你的残魂倒是顽强，不过今日你们都要成为我复苏的养料。他甩动巨大的尾巴，洞穴瞬间剧烈摇晃，石块纷纷掉落。林清风挥舞折扇化作的长剑，与鲶鱼妖缠斗起来。我则在一旁寻找定魂珠的踪迹。根据除妖秘录记载，定魂珠藏在洞穴最深处的水潭中，是当年林家先祖用来镇压妖力的宝物。就在我感应到水潭的位置时，黑衣人突然朝着水潭扔出一把黑色粉末，粉末落入水中，瞬间激起黑色的浪花。你在干什么？我怒喝道。黑衣人冷笑，我在唤醒定魂珠里封印
印的陆氏先祖残魂。等两位神的力量结合，落水河就会成为我的天下。水潭中突然冒出一道黑色光柱，定魂珠的光芒被压制，一个模糊的黑影从水中升起，正是陆氏先祖的残魂。他与鲶鱼妖身上的落水神残魂相互感应，妖力瞬间暴涨。陆氏先祖残魂与落水神残魂相互缠绕，形成一股更为强大的邪恶力量。洞穴中的妖雾越来越浓，林清风渐渐不敌，被鲶鱼妖的尾巴扫中，重重摔在地上，嘴角流出鲜血。我急中生智，催动玉佩碎片的灵力，化作一道红光冲向定魂珠。红光与定魂珠的光芒相呼应，黑色光柱渐渐暗淡。林清风用阴阳镜配合定魂珠，我大喊道。林清风立刻会意，将阴阳镜的金光对准定魂珠，两道光芒交织，形成一道坚固的屏障，暂时困住了两大残魂。黑衣人见状，气急败坏地掏出一把匕首，朝着水潭冲去。我不会让你们破坏我的计划。小翠突然带着除妖小队冲了进来，陈文扔出桃木枝，正好打中黑衣人的手腕，匕首掉落在地。我们早就猜到你会狗急跳墙，特意留了后手。小翠喊道。可就在这时，被困的两大残魂突然爆发，屏障出现裂痕，鲶鱼妖趁机挣脱，朝着林清风猛冲过来。而水潭中竟又冒出无数双惨白的手，朝着众人抓去。惨白的手正是当年被落水神残魂吞噬的村民魂魄，如今被强行唤醒，成为攻击我们的傀儡。林清风一边抵挡鲶鱼妖的攻击，一边用阴阳镜净化那些魂魄，分身乏术。我依附在定魂珠上，拼命催动灵力，想要加固屏障，可残魂的力量实在太强，屏障的裂痕越来越大。李四突然喊道：我记得老人们说过，落水河边的老槐树有镇邪之力。这句话提醒了我，当年祖父曾在老槐树下埋下一块镇邪符牌，用来压制河底的妖力。清风，你带大家去取镇邪符牌，我来拖住他们。我大喊道。林清风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点了点头，带着小翠等人冲出洞穴。黑衣人想要阻拦，却被我用红光缠住脚踝，摔倒在地。两大残魂见状，疯狂攻击屏障。我感觉自己的残魂越来越虚弱，莲花的光芒也渐渐暗淡。就在屏障即将破碎的瞬间，我看到黑衣人从怀中掏出一个黑色的盒子，打开后里面竟放着一块残缺的镇河12器碎片。有了这个，我就能彻底掌控残魂的力量。他狞笑着将碎片扔向两大残魂，镇河12器碎片落入残魂手中，妖力瞬间暴涨，屏障轰然破碎。我被强大的冲击力震飞，残魂险些溃散，莲花的花瓣也掉落了几片。黑衣人站在残魂身边，得意的大笑。现在落水河的一切都由我掌控。他抬手一挥，无数黑色的藤蔓从地面钻出，朝着我缠绕过来。就在这危急时刻，林清风带着镇邪符牌赶回，符牌发出耀眼的金光，藤蔓瞬间化为灰烬。姐姐，我来了。林清风飞身到我身边，将符牌的力量注入莲花，我的残魂终于稳定下来。小翠和除妖小队的人则在一旁布置防护阵，用桃木枝和符纸阻挡那些魂魄傀儡。陈文大喊道：林姑娘，我们发现黑衣人就是当年剑桥工程的幕后主使，他一直潜伏在村里，假装是外来的商人。黑衣人脸色一沉，操控着残魂和鲶鱼妖同时发起攻击。既然你们都知道了，那就都去死吧。鲶鱼妖喷出黑色的毒液，林清风用阴阳镜抵挡，毒液落在地上，腐蚀出一个个深坑，而两大残魂则朝着老槐树的方向飞去，显然是想破坏镇邪符牌的根基。我立刻意识到黑衣人的意图，若镇邪符牌被破坏，河底的妖力将彻底失控。清风拦住残魂，我大喊道，同时催动莲花的力量化作一道红光，抢先一步挡在老槐树下。两大残魂合力一击，我被打得连连后退，莲花的光芒暗淡了许多，残魂传来撕裂般的疼痛。林清风及时赶到，用阴阳镜和镇邪符牌合力攻击残魂，两大残魂发出痛苦的嘶吼，暂时后退。黑衣人见状，操控着鲶鱼妖冲向老槐树，想要直接撞断树干。李四和几个村民突然冲了出来，用身体挡住鲶鱼妖的去路，虽然瞬间被撞飞，但也为林清风争取了时间。这些凡人真是不自量力。黑衣人冷哼一声，我看着受伤的村民，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残魂竟突然爆发出一股新的力量，莲花的光芒变得耀眼，我能清晰地感觉到体内的混血血脉与落水河的灵力产生了共鸣。或许我能借助落水河的力量，我心中一动，开始尝试沟通河中的灵力。落水河的灵力顺着莲花涌入我的残魂，我终于能凝聚出实体，虽然依旧是半透明的形态，但已经能自由行动。林清风看到我，眼中满是惊喜，姐，你能实体化了。我点点头，手持从莲花中凝聚出的灵力剑，朝着两大残魂冲去。灵力剑带着落水河的纯净之力，刺中残魂时，他们发出凄厉的尖叫，黑色的雾气不断消散。黑衣人又惊又怒，不可能，你怎么能掌控落水河的灵
灵力，因为我既是林家人，也是落水河的守护者。我冷笑一声，与林清风并肩作战。小翠和除妖小队的人也趁机发起攻击。那些被操控的魂魄傀儡在纯净灵力的照耀下，渐渐恢复神智，迷茫地站在原地。鲶鱼妖见势不妙，想要潜入河底逃跑，却被我用灵力剑刺穿身体，化为一滩黑水。两大残魂节节败退，黑衣人急得团团转，突然从怀中掏出一个血色符咒，贴在自己身上。既然不能掌控，那就同归于尽。他的身体开始膨胀，妖力瞬间暴涨，竟是要自爆与我们同归于尽。不好，快躲开！我大喊着，拉着林清风飞身后退。黑衣人自爆产生的巨大冲击力将洞穴炸得粉碎，无数石块朝着我们砸来。我用灵力形成屏障，挡住石块，可手臂还是被划伤，半透明的身体出现了裂痕。烟尘散去，黑衣人已经化为灰烬，可两大残魂却并未消失，反而借着自爆的力量融合成了一个更为强大的黑影，外形酷似当年的落水神林清月。多谢你帮我们彻底融合，现在我就是新的落水神。黑影发出沉闷的声音，妖力席卷整个河岸，河面上掀起滔天巨浪，岸边的树木被连根拔起，村民们吓得纷纷后退。林清风握紧阴阳镜，脸色凝重。姐，他的力量比之前强了数倍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看着黑影，心中却异常平静。他虽然融合了残魂，但缺少了最关键的平衡之力，只要找到当年林陆两家先祖留下的平衡契约，就能压制他。根据祖父留下的线索，平衡契约藏在落水河中心的水下古城中，可水下古城凶险万分，当年先祖就是在那里与陆氏先祖立下契约，也埋下了无数机关。就在这时，黑影突然朝着村民们冲去，显然是想吸食更多生魂，增强力量。我立刻飞身挡在村民面前，用灵力剑抵挡黑影的攻击。黑影的力量果然强大，我被震得连连后退，身体的裂痕越来越大。林清风趁机用阴阳镜射出金光，暂时困住黑影，大喊道：姐，你带村民们撤离，我来拖住他。不行，你一个人不是他的对手。我反驳道，同时示意小翠带着村民们往高处跑。黑影挣脱金光的束缚，再次发起攻击，口中喷出黑色的妖火，烧得周围的草木瞬间化为焦炭。我和林清风合力抵挡，却渐渐落入下风。就在这时，那些恢复神智的魂魄傀儡突然围了上来，挡在我们面前，用自己微弱的力量抵挡妖火。林传家，我们虽然是魂魄，但也想为落水河做点什么。一个老魂魄说道，他们的牺牲为我们争取了时间。我突然想起，平衡契约需要林陆两家的血脉共同激活。清风，用你的血和我的灵力暂时模拟平衡契约的力量。我大喊道。林清风立刻划破手掌，鲜血滴在阴阳镜上，我则将灵力注入镜中，两道力量交织，形成一道红白相间的光柱，朝着黑影射去。黑影被光柱击中，发出痛苦的嘶吼，身体开始扭曲。光柱暂时压制住黑影，我和林清风趁机飞身前往落水河中心，寻找水下古城。潜入水中，我能清晰地感应到古城的位置，它被一层透明的结界保护着，结界上刻着林陆两家的图腾，这结界需要用混血血脉才能打开。我说道，将手掌按在结界上，体内的混血血脉全力运转，结界渐渐出现裂痕。林清风立刻用阴阳镜的力量扩大裂痕，我们顺利进入古城。古城早已被河水淹没，街道两旁的建筑保存完好，墙上刻满了当年林陆两家共同治理落水河的壁画。最深处是一座大殿，大殿中央的石台上摆放着一个青铜盒子，里面应该就是平衡契约。就在我们即将拿到青铜盒子时，黑影突然冲破水面潜入古城。你们以为能阻止我吗？平衡契约一旦打开，我就能借助契约的力量成为真正的神。他挥舞着黑色的利爪朝着石台冲来，我和林清风立刻上前阻拦。大殿内展开一场激战，黑影的力量越来越强，古城的墙壁开始出现裂痕，随时可能坍塌。姐，你去拿契约，我来拖住他。林清风大喊道，将折扇化作盾牌，死死挡住黑影的攻击。我冲到石台前，打开青铜盒子，里面果然放着一卷泛黄的契约，上面用古文字记载着林陆两家共同守护落水河的约定，以及平衡阴阳的秘术。就在我想要研读秘术时，黑影突然挣脱林清风的阻拦，一掌拍在我的后背，我喷出一口灵力化成的鲜血，契约掉落在地。黑影伸手想要抢夺契约，林清风立刻飞身过来，用身体挡住黑影，大喊道，姐，快启动秘术。我强忍疼痛，捡起契约，按照上面的记载开始念动咒语，契约发出耀眼的光芒，古城内的壁画纷纷亮起，无数金色的符文从壁画中飞出，围绕着黑影旋转。黑影发出愤怒的咆哮，想要挣脱符文的束缚，可符文却越来越紧，将他牢牢困住。不可能，我明明已经融合了两大残魂，为什么还会被压制？因为你只懂掠夺力量，却不懂守护的真谛。我冷冷说道，继续念动咒语。林清风也将阴阳镜的力量注入契约，符文的光芒越来越强，黑影的身体开始一点点消散。可就在这时，古城突然剧烈摇晃，屋顶的石块纷纷掉落，显然是黑影的挣扎引发了坍塌，而契约上的符文竟开始出现异常的波动，像是被什么力量干扰。我立刻感应到干扰符文的力量来自河底的另一个方向，那里竟藏着一个隐蔽的妖力源头，正是当年怪物本体未被彻底清除的核心。黑影显然也察觉到
到了这股力量，疯狂的想要挣脱符文，去吸收那股妖力，不能让它得逞。我大喊道，与林清风合力催动契约，符文突然爆发出更强的光芒，黑影的身体消散得更快，可他眼中却闪过一丝诡异的笑容。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杀死我？那股妖力会让我重生，到时候我会带着更强大的力量回来。话音刚落，黑影彻底消散，可古城的坍塌却愈发剧烈。我们捡起契约，朝着古城外飞去。刚飞出古城，就看到河底的妖力源头爆发出黑色的光柱，直冲天际。河面上的浪涛越来越大，岸边的防护阵也开始摇摇欲坠。林清风脸色凝重，姐，那妖力源头正在快速扩张，用不了多久就会污染整个落水河。我看着光柱，心中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平衡契约不仅能压制妖力，还能净化妖力。只要我们将契约的力量注入妖力源头，就能彻底清除它。可这样做需要有人进入妖力源头的中心，而那里的妖力极强，稍有不慎就会魂飞魄散。我去！我毫不犹豫地说道。林清风立刻反对，姐，太危险了，你的身体还不稳定，进去后很可能会彻底消散。我摇了摇头，我是混血血脉，又能掌控落水河的灵力，只有我能承受妖力源头的冲击，而且这是我作为守护者的责任。小翠和除妖小队的人也赶了过来，得知我的决定后，小翠坚定地说，林姑娘，我们跟你一起去，多一个人，多一份力量。我看着他们，心中满是感动，却还是拒绝了。妖力源头内部空间狭小，人多反而碍事，你们在外面用防护阵接应我，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。林清风知道我心意已决，不再劝阻，只是将阴阳镜和镇邪符牌都交给我。姐，一定要活着回来。我接过宝物，点了点头，转身朝着妖力源头飞去，潜入河底。妖力源头的中心是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，里面不断涌出黑色的妖力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将契约紧紧握在手中，冲入漩涡。漩涡内的妖力疯狂地撕扯着我的身体，半透明的形态出现了更多裂痕。我强忍着疼痛，按照契约上的秘术开始引导力量。契约的力量与漩涡内的妖力碰撞，发出剧烈的轰鸣声。我能感觉到妖力正在被一点点净化，可漩涡的吸力也越来越强，我的身体几乎要被撕裂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感应到漩涡中心竟藏着一个小小的白色光点，那是妖力源头中仅存的一丝纯净灵力。原来如此，当年先祖并没有彻底清除怪物核心，而是留下了一丝纯净灵力，用来平衡妖力。我心中恍然大悟，立刻将契约的力量引导向白色光点，光点被契约力量激活，瞬间爆发出耀眼的光芒，与契约的力量相互呼应，净化妖力的速度大大加快。可就在这时，漩涡突然剧烈晃动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，林清月，你以为净化了妖力就能结束吗？我还在呢。是落水神的一缕残魂，他竟然藏在白色光点中，一直等待时机。残魂突然爆发，想要抢夺白色光点的力量，我急忙用契约的力量压制它，可残魂却与白色光点纠缠在一起，难以分离。我的身体越来越虚弱，裂痕越来越大，意识也开始模糊。就在我即将支撑不住时，林清风的声音从漩涡外传来，姐，坚持住，我用阴阳镜给你输送力量。一道金光从漩涡外射入，融入我的身体，我瞬间恢复了些许力气。有了林清风的力量支援，我重新振作起来，催动契约将残魂与白色光点强行分离。残魂发出凄厉的尖叫，想要再次纠缠，却被我用灵力剑一剑刺穿，彻底消散。白色光点的纯净灵力全部爆发，与契约的力量融为一体，开始快速净化整个漩涡。漩涡内的黑色妖力越来越少，我的身体也在纯净灵力的滋养下渐渐变得凝实，不再是半透明的形态。就在妖力即将被彻底净化时，我突然感应到漩涡底部竟刻着一个巨大的阵法，阵法的图案与当年陆远山使用的长生阵法一模一样。不好，这阵法是用来吸收纯净灵力的。我心中一惊，想要阻止，可阵法已经被激活，开始疯狂吸收白色光点和契约的力量。漩涡突然反转，一股强大的吸力将我往下拉，我拼命挣扎，却无济于事。林清风察觉到异常，大喊道：“姐，怎么了？”我艰难地回答：“底部有个阵法，正在吸收力量，快用镇邪符牌破坏它。”林清风立刻照做，一道金光射入漩涡底部，阵法的光芒瞬间暗淡了许多。可阵法并未被彻底破坏，反而加速吸收力量，我的身体又开始出现裂痕。我意识到这个阵法是当年陆氏先祖留下的后手，目的就是在妖力被净化后吸收纯净灵力，复活自己，绝不能让它得逞。我咬咬牙，将自己的残魂之力与契约白色光点的力量融合，化作一道巨大的光柱，朝着阵法核心冲去。光柱击中阵法核心，阵法发出一声巨响，开始寸寸碎裂。可阵法的反击也异常猛烈，一股强大的冲击力将我震飞，身体的裂痕遍布全身，几乎要溃散。林清风立刻飞身冲入漩涡，将我抱住：“姐，别再勉强了，我们先出去。”我摇了摇头，指着阵法破碎后露出的一个黑色盒子，里面一定藏着陆氏先祖的秘密，必须拿到它。林清风无奈，只能带着我冲向黑色盒子。就在我们即将拿到盒子时，盒子突然打开，里面飞出一缕黑色的残魂，正是陆氏先祖的最后一丝魂魄。林家后人，你们毁了我的计划，我要让你们陪葬。陆氏先祖的残魂发出怨毒的嘶
嘶吼，朝着我们扑来。我和林清风立刻合力攻击，可残魂却异常狡猾，不断躲闪，还趁机吸收周围残留的妖力，力量越来越强。漩涡开始收缩，我们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，再不出去就会被漩涡吞噬。清风，你带着盒子出去，我来拖住他！我大喊道，将林清风推出漩涡。林清风想要回头，却被漩涡的吸力挡住，只能焦急地大喊：“姐！”我看着他安全离开，心中松了口气，转身与陆氏先祖的残魂缠斗起来。残魂的力量越来越强，我的身体已经濒临溃散，灵力剑也变得暗淡无光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想起契约上的记载，林陆两家的血脉结合，能产生最强的净化之力。或许我可以用自己的混血血脉彻底净化它。我心中一动，开始燃烧自己的血脉之力。血脉之力爆发，我的身体发出耀眼的光芒，残魂被光芒照射，发出痛苦的尖叫，身体一点点消散。可燃烧血脉的代价极大，我感觉自己的生命正在快速流逝，意识也越来越模糊。就在残魂即将彻底消散时，他突然用尽最后的力量，朝着我打出一道黑色的符咒。符咒贴在我的胸口，瞬间融入体内。就算我死了，这道食魂咒也会让你永世不得安宁。他狞笑着，彻底消散。漩涡终于停止收缩，我虚弱地漂浮在水中，胸口的食魂咒开始发作，一股钻心的疼痛传来，意识渐渐陷入黑暗。再次醒来时，我躺在河边小屋的床上，林清风正守在床边，满脸担忧。看到我醒来，他激动地说：“姐，你终于醒了，你都昏迷3天了。”我挣扎着坐起来，感觉身体好了许多，但胸口的食魂咒依旧隐隐作痛。陆氏先祖的残魂已经彻底消散了。黑色盒子里装着当年他与怪物签订的契约，还有一些失传的巫蛊之术秘籍。林清风递给我一个黑色盒子，我们已经将盒子封存，不会再让这些邪术危害人间。我打开盒子，翻阅着里面的秘籍，突然发现其中一页记载着破解食魂咒的方法，需要用忘川石和落水河的千年莲子作为药引。忘川石当年被林清风用来镇压落水神，如今就在阴阳镜中，而千年莲子正是我之前依附的白色莲花所结。就在这时，小翠匆匆跑来：“林姑娘，不好了！村里有几个村民突然染上了怪病，浑身发黑，神志不清，和当年被妖力感染的症状一模一样。”我心中一紧，立刻起身，一定是残留的妖力和食魂咒的力量相互影响，引发了新的感染。我们赶到村里，只见几个染病的村民躺在地上，浑身抽搐，皮肤下有黑色的纹路在蠕动，正是食魂咒的特征。看来食魂咒不仅会伤害我，还会通过我扩散到其他人身上。我脸色凝重地说。林清风立刻说道：“那我们赶紧找千年莲子和忘川石破解食魂咒。”我点了点头，与林清风一起前往落水河边寻找千年莲子。白色莲花依旧漂浮在河面上，花瓣已经全部展开，中心结出一颗晶莹剔透的莲子，正是千年莲子。我摘下莲子，林清风则从阴阳镜中取出忘川石，按照秘籍上的方法开始炼制解药。炼制解药需要7749个时辰，期间不能中断。我和林清风轮流守护着药炉，小翠和除妖小队的人则负责照顾染病的村民，并用防护阵阻止疫情扩散。可染病的村民越来越多，防护阵的力量也渐渐不足，黑色纹路开始在更多村民身上出现。就在解药即将炼制完成时，我胸口的食魂咒突然发作，疼痛难忍，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释放出黑色的雾气。林清风急忙用忘川石的力量压制，大喊道：“姐，坚持住，解药马上就好了。”可黑色雾气已经扩散到药炉周围，解药的光芒开始变得暗淡，显然受到了污染，不能让解药被污染。我强忍疼痛，推动体内的纯净灵力，形成一道屏障，挡住黑色雾气。林清风立刻加快炼制速度，忘川石的光芒越来越强，千年莲子的力量也被彻底激发，解药终于炼制完成，散发出耀眼的金光。我们立刻将解药喂给染病的村民，村民们身上的黑色纹路渐渐消退，神智也恢复了清醒。可我胸口的食魂咒却越来越严重，黑色纹路已经蔓延到了脖颈，意识也开始模糊。姐，快服下解药！林清风将一颗解药递给我，我接过解药，正要服下，突然感应到河面上传来一股熟悉的气息，是白色莲花的力量。莲花突然绽放出耀眼的光芒，一朵新的莲子从中心长出，同时河底传来一阵震动，一块巨大的石头浮出水面，上面刻着林家的图腾，正是当年祖父埋下的另一块镇邪符牌。看来落水河也在帮我们。我心中一暖，服下解药。解药的力量与莲花镇邪符牌的力量相互呼应，食魂咒的黑色纹路开始快速消退，胸口的疼痛也渐渐消失。可就在这时，河面上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黑影，竟是之前被我们净化的妖力源头，它竟然再次复苏，而且力量比之前更强。怎么可能？妖力源头明明已经被彻底净化了。林清风满脸震惊。我仔细感应着黑影的力量，发现其中不仅有妖力，还有食魂咒的力量，显然是两者结合，形成了新的邪恶力量。黑影发出沉重的长啸，
朝着岸边冲来，所到之处河水变黑，草木枯萎，村民们吓得纷纷后退。林清风立刻举起阴阳镜，射出金光，击中黑影。可黑影只是停顿了一下，便继续冲来。他吸收了食魂咒的力量，变得更难对付了。我大喊道，手持灵力剑飞身冲向黑影。林清风、小翠和除妖小队的人也纷纷上前，与黑影展开激战。黑影的攻击极为凶猛，黑色的触手横扫四周，我们渐渐不敌，纷纷受伤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想起秘籍上的记载，食魂咒的力量虽然邪恶，但也能被转化为纯净的灵力。清风用阴阳镜吸收它的力量，我大喊道，同时催动体内的纯净灵力，引导黑影的力量流向阴阳镜。林清风立刻会意，将阴阳镜的力量开到最大，黑影的力量被一点点吸入镜中，黑影的体型也渐渐缩小。可就在这时，黑影突然爆发，一股强大的力量将我们震飞。我胸口的食魂咒再次发作，黑色纹路瞬间蔓延全身。姐！林清风焦急地大喊，想要过来帮我，却被黑影的触手缠住。我看着黑影，心中突然明白，黑影的核心正是食魂咒的力量源头，只要彻底净化这个核心，就能彻底消灭它。我忍着疼痛，飞身冲向黑影的核心，将千年莲子和忘川石的力量全部注入灵力剑，一剑刺向核心，噗嗤一声，灵力剑刺穿核心，黑影发出凄厉的尖叫，身体开始快速消散。可食魂咒的力量源头也同时爆发，一股强大的冲击力将我震飞，我重重摔在地上，身体的黑色纹路越来越深，意识渐渐模糊。林清风挣脱触手跑到我身边，抱住我，姐，你别有事。我看着林清风，虚弱地笑了笑，我没事，黑影已经被彻底消灭了，落水河终于安全了。说完，我便失去了意识。再次醒来时，我躺在河边小屋的床上，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身上，温暖而舒适。林清风守在床边，见我醒来，激动地说，姐，你醒了，你已经昏迷了7天7夜，医生说你只是体力透支，食魂咒已经彻底破解了。我坐起身，感觉身体充满了力量，胸口的疼痛已经消失，黑色纹路也不见了踪影。窗外落水河的河水清澈见底，岸边的村民们正在劳作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几个月后，落水河上的桥梁终于建成，村民们再也不用依靠摆渡船过河。桥梁通车那天，全村人都来到河边庆祝。小翠和除妖小队的人还特意制作了一块牌匾，上面写着护河英雄，送给我和林清风。林清风看着热闹的人群，笑着说，姐，现在落水河安全了，桥梁也建成了，我们终于可以放下重担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了。我点了点头，心中满是感慨。这些日子以来，我们经历了无数艰险，终于守护住了落水河和这里的村民。可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感应到河底传来一丝微弱的波动，虽然很淡，但却异常熟悉，是当年落水神残魂的气息。我心中一紧，立刻对林清风说，清风，河底有异常，我们去看看。我们潜入河底，发现当年的水下古城已经彻底坍塌，可在坍塌的废墟中竟有一个小小的洞穴，洞穴内藏着一个黑色的陶罐，波动正是从陶罐中传来。我打开陶罐，里面竟放着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林陆两家的恩怨并未结束，落水河的平静只是暂时的，真正的危机还在后面。纸条上的字迹诡异，正是当年陆氏先祖的笔记。我和林清风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凝重，看来当年陆氏先祖还有后手，真正的危机还未到来。林清风说道。我点了点头，不管是什么危机，我们都不会退缩，只要我们姐弟联手，一定能守护好落水河。我们将陶罐带回岸边，交给小翠和除妖小队的人保管，同时开始加强落水河的防护，在河边布置了更多的防护阵，并将林家的除妖秘术传授给村民们，让大家都能自保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落水河恢复了平静，村民们安居乐业，桥梁上行人络绎不绝。我和林清风则继续留在河边小屋，守护着落水河，同时研究着纸条上的线索，想要找出真正的危机是什么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神秘的老者来到河边，自称是林家的远亲，想要见我和林清风。老者交给我们一封信，信上的字迹竟是祖父林玄的笔记，上面写着陆氏先祖当年与外域妖物勾结，想要掌控落水河，我虽阻止了他，却未能彻底消灭外域妖物，他被封印在落水河底的另一个空间，100年后将会复苏，唯有林陆两家的混血血脉和平衡契约才能彻底消灭他。看完信，我和林清风终于明白，真正的危机是外域妖物的复苏。当年祖父为了保护落水河，不仅封印了落水神和陆氏先祖，还将外域妖物封印在另一个空间。如今100年之期已到，封印即将失效，看来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，迎接外域妖物的复苏。我说道。林清风点了点头，我们需要找到封印外域妖物的空间入口，重新加固封印，或者找到彻底消灭它的方法。根据祖父信中的线索，封印入口就在落水河中心的水下古城废墟深处。我和林清风立刻前往水下，在废墟中寻找入口。经过数日的寻找，我们终于在古城大殿的地基下发现了一个隐蔽的石门，石门上刻着外域妖物的图腾，正是封印入口。就在我们想要打开石门查看封印情况时，石门突然剧烈晃动，一股强大的妖力从门内传来，封印已经开始松动，不好，妖物提前复苏了！我大喊道。石门轰然
然打开，一个巨大的黑影从门内冲出，外形酷似一只巨大的蜘蛛，身上覆盖着黑色的鳞片，8只爪子上布满了倒刺，正是外域妖物。外域妖物发出刺耳的嘶鸣，8只爪子疯狂地挥舞着，朝着我们冲来。我和林清风立刻展开攻击，灵力剑和阴阳镜的光芒交织，击中妖物的身体，却只能在鳞片上留下浅浅的划痕。这妖物的鳞片太坚硬了！林清风大喊道。我想起祖父信中的记载，外域妖物的弱点在头部的第3只眼睛。清风，攻击他的第3只眼睛！我大喊道，同时催动体内的混血血脉，将灵力剑的力量提升到极致，朝着妖物的头部冲去。妖物察觉到我们的意图，立刻用爪子护住头部，同时喷出黑色的毒液。我们躲闪不及，被毒液溅到，皮肤瞬间红肿疼痛。就在这时，小翠带着除妖小队的人，还有村里的村民们纷纷赶来，他们手持桃木枝符纸和自制的武器，朝着妖物发起攻击。虽然村民们的攻击对妖物造成的伤害不大，但也分散了他的注意力。我和林清风趁机飞身到妖物的头顶，林清风用阴阳镜的金光困住妖物的爪子，我则手持灵力剑，朝着第3只眼睛狠狠刺去。灵力剑刺穿了妖物的第3只眼睛，妖物发出一声凄厉的嘶鸣，身体开始剧烈晃动，黑色的血液从伤口涌出。妖物受了重伤，疯狂地挣扎着，身体开始不断膨胀，显然是想自爆，与我们同归于尽。快躲开！我大喊道，示意大家远离妖物。可妖物的身体已经笼罩了整个河岸，我们根本无处可逃。就在这危急时刻，我突然想起平衡契约和落水河的灵力。清风用平衡契约引导落水河的灵力，我来催动混血血脉。我大喊道，林清风立刻照做。平衡契约发出耀眼的光芒，落水河的河水化作一道道水柱，朝着我们飞来。我催动体内的混血血脉与水柱和契约的力量融为一体，形成一道巨大的光柱，朝着妖物冲去。光柱击中妖物的身体，妖物的自爆被强行阻止，身体开始一点点消散，黑色的血液融入落水河，被河水彻底净化。妖物彻底消失后，落水河的河水变得更加清澈，天空也放晴了，阳光洒在河面上，波光粼粼。我感觉体内的混血血脉与落水河的灵力彻底融合，再也没有灵力与妖力的冲突，反而形成了一种完美的平衡。林清风看着我，笑着说，姐，我们成功了，落水河终于彻底安全了。我点了点头，看向岸边的村民们，他们欢呼雀跃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从此，落水河再也没有妖邪作祟，桥梁横跨河面，连接着两岸的繁荣。我和林清风继续留在河边，守护着这片土地，而姓陆者禁止上船的规矩，也成为了落水河的传说。偶尔会有老人给孩子们讲述当年摆渡船的故事，讲述我们姐弟俩与妖邪战斗的传奇，而落水河的水也永远滋养着两岸的生灵，见证着岁月的安宁与美好。